这男人刚一见到自己的妹妹，就没忍住抱住她。原来因为他的软弱无能，在一族魔物降临地球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妹妹死在魔物脚下。身为哥哥没能保护好妹妹，自己也没逃过被车撞死的结局。然而在临死前，一座神秘的黄金棺却将他传送回了4年前。再次睁眼，中原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一旁的检测器显示着血压和心跳都是0。中原来不及多想，拔下身上的管子，从病床上跑了出去。原来刚刚苏醒的他听到了门外妹妹的声音，看着昏迷了2年半的哥哥醒来，钟兰哽咽着扑了过去：“哥，你醒了，我担心死你了。”中原轻轻抚摸着妹妹的额头，柔声安慰道：“乖，我好着呢，什么事都没有，别骗我，你都被车撞飞出去，怎么会没事？”听着妹妹的话，中原瞳孔微震，而后他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时钟，2042年，原来自己重生到了4年前车祸后的时间了。太好了，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好好保护妹妹，一切都还来得及。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背后响起：“你就是中原吧？医生说你大概率会脑死亡，现在不仅奇迹般的苏醒过来，还这么有精神，真是太好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男人的话还没说完，中原一把将门给关了上去，同时一脸严肃地叮嘱妹妹不要和奇怪的人来往。妹妹一脸不解：“林大叔人很好啊，你住院时的手续都是他帮忙办理的。”中原脸色微变，天底下怎会有这种免费的午餐？那个人只不过是垂涎自己的妹妹的能力罢了。重生前，中原亲眼看到虚洞开启魔物降临，只有虚能者才能与其战斗，而刚才的男人正是虚能夜鹰小队队长林栋梁。他之所以会帮忙，完全是因为看上了妹妹的天才能力，并想将她拉入专门培养虚能者的成鹰学院。中原很清楚，如果妹妹不去成鹰学院，就不用成为虚能者。但上一世的悲剧真的可以避免吗？也许恰恰相反，当威胁真正出现时，我们连最基本的保护自我的能力都没有，那才是最可怕的。想到这，中原找了个借口把妹妹支开，随后一个人找到了林栋梁。不等对方开口，中原就开门见山的表示他都知道。他知道对方是虚能者，也知道他是想拉自己的妹妹进入他的阵营，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妹妹是个天才，但为了自己的目的，哄骗一个12岁的小女孩去卖淫，这他喵的是人能干出来的事。他希望对方以后能离自己的妹妹远一点。听到这里，林栋梁也是急了，他表示自己只是在挖掘人才，他希望中原能把格局打开，毕竟钟兰的天赋可以拯救很多人。林栋梁的话还没说完，中原就打断了他：“我同意钟兰进入成鹰学院。”林栋梁一脸懵逼：“什么？刚才你不是还要我离你妹妹远一点？”“没错，但这2件事冲突吗？而且我也有我的条件。”林栋梁一听有戏，立马将手伸了过去：“只要你同意让钟兰入学，多少钱你说？”“呵呵，林队长，你的格局也不大嘛，我才不要钱呢！我要陪钟兰一同入学，并且不管她接受什么训练，出什么任务，我都要在她身边。没错，上一世的她没能陪在妹妹身边，导致悲剧的发生。这一世无论如何，她都不会离开妹妹一步。”注意看，这个男人明明是个活人，身上却长出了死人才有的尸斑，而且不论用什么仪器检测，他的血压和心跳都是0。自从中原回到家后，他就发现了身体的异样，连续好几天他都没有产生饥饿感，甚至不会疲倦，就连睡觉和上厕所都不用，种种迹象都表明自己是真的死了呀。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黄金棺的特殊能力将自己的灵魂送回了4年前因车祸死亡的身体中。不过万幸的是，手臂上的尸斑正在渐渐消失。中原还在思考着身体上的变化，裤裆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是之前的林栋梁，他表示那件事他已经办好了。钟兰作为天才少女，直接保送虚能者特殊班，而她只能在特殊班旁听，并且普通班的文化课她不能落下，单科成绩低于90分就得离开。中原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下来。几天后，到了成鹰学院开学的日子，中原带着妹妹前来报道，谁料刚进门，负责接待他们的学长谢一涵就挺了过来。他随手将入学礼包丢给中原，然后一脸献媚的来到钟兰身边，色眯眯的给他介绍起了学校，当着宠妹狂魔的面调戏别人妹妹，这小子的确很行。不过入学第1天，中原并不想闹出太大动静，他一把将学长拉开，随后用冰冷的语气表示不劳他费心，他们可以照顾好自己。看着2兄妹离去的背影，谢一涵阴沉着脸发出一声冷哼。另一边，中原2兄妹在离开不久后便收到了通讯手表上发来的通知，学校下午1点将会举行新生军训仪式，请新入校的同学准时在操场集合。中原没想到学校这么快就要进行军训，只是不知道虚能者的军训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下午1点，兄妹2人准备来到了操场，只不过聚集在这里的人都在抱怨手表一直响不停，这循环播放加上震动的确很让人头疼。中原看了一圈，发现现场好像只有他和妹妹的手表停止了工作。妹妹问他是如何做到的，我回了一句收到就停了呀，你呢？妹妹润了润喉，表示自己只是用夹子音撒了个胶，手表就停下了。中原一脸无语，他喵的，看来这个手表是有人在后台控制，而且8成还是个色批萝莉控。就在这时，一道全体集合的声音突然响起，转头看去，只见一对保龄球一颤一颤的走进了草房。我是新生指导员刘文，在学校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但前提是你们能在军训中活下来。新生钟兰因年龄过小免于军训，其他的人签好文件后马上赶往军训地点。话音刚落，就有人抱怨起来，只因学校让他们签署的文件是一份免责文件，这就意味着军训中出现任何意外都与学校无关。刘文娇躯一颤，冷声表示不愿意签的可以去办理退学。同时他提醒大家，军训中有机会得到虚金，凡是在军训中活下来的人，
他都会帮助他提升2成的虚晶吸收成功率。听到这，之前叫嚣的小嘎嘎不再说话，赶忙低头签下了文件。中原也跟着签了字。他在心中暗想，自己本身就是死人无所谓，万幸的是这种事情妹妹不用参加，而且如果自己真的获得了虚晶，岂不是也能成为虚能者？随后签好字的人全都上了车，准备前往军训地。而就在车辆发动的时候，一直跟在刘文教官身后的墨镜小哥走到了中原跟前。听好了，觉着危险就去安全区躲藏，或者用你的腕表求救，保护好你的表，别被抢走了。这句忠告是你在手表呼叫时给出正确答案的奖励。中原心头一惊，反手抓住男人，你就是手表后台的监听人，那我妹妹的表为什么也关了？你说那个撒娇的妹子，那声音太让人酥麻了，我一时间没忍住。中原恨不得将男人给撕了。然而此时车辆已经发动，之后车辆来了蛇门山。刘文提醒众人，蛇门山是用来圈养异族的地方，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在满是魔物的蛇门山里存活3天，期间获得的虚晶不必上交，但如果遇到危险可以使用腕表。腕表不仅可以定位，还能发出高频率声波惊退低等异族。但要注意的是，开启声波会加速消耗腕表的电量，而腕表的电量只够维持3天。交代完一切后，众人陆续踏入了传送门，只是不知道这一世中原能否顺利成为虚能者。上一世，男人眼睁睁看着妹妹死在自己面前，在睁眼，他已经重生回到4年前，并且还获得了一个超能力，100%成功率吸收异族能力。但在一开始，中原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跟着新生大部队进入蛇门山，中原从新生攻略上了解到，蛇门山圈养的异族名为双血蛇，他们依靠感温猎物，攻击100%，但是虚晶的品质却很高，拥有超级感知、迎宾、再生以及死亡豁免4种能力。了解完这些，中原决定先去猎杀一只。然而他才走了不久，就发现地上有大量的冰，抬头看去，只见2头双血蛇正交缠在一起，准备切磋排挤。中原拿出匕首准备发起偷袭，谁料这时树上又窜出一条，中原赶忙闪避，但过去了很久，双血蛇都没有攻击自己。这时中原才想起，这种异族是靠感温来狩猎，而自己恰巧是个死人，而且还是没有体温的死人，这岂不是说这里就是自己的天堂？想到这，中原举起匕首斩杀了眼前的双血蛇。和他猜想的一样，这些魔物果真无法感知到他。捡起地上爆出的虚晶，中原在心里暗想，自己活死人的状态绝对不能让指导员发现，所以这枚虚晶只能靠自己来吸收，只是不知道能给几个技能。正想着，中原的面前浮现出一道系统面板，发现双血蛇虚晶是否吸收。此刻的中原心里一震，没想到还有文字提醒，既然这样，那就开始吸收吧。耀眼的蓝光包裹着中原，只是一瞬，这股能量就被他吸入体内。中原一脸诧异，这就结束了？自己刚刚好像吸收了4个技能。要知道，双血蛇最后的死亡豁免技能的成功率只有0.03%。随后他便开始尝试技能，凝冰可以让物体冰冻10秒，超级感知如同热成像，可感知10米范围内的生物，其中最实用的还是再生。这个技能可以隐藏自己的尸斑，并且浑浊的眼珠也不需要眼镜来掩饰。至于死亡豁免，中原根本就没放在心中，毕竟他现在就是个死人。随后他又开始了猎杀模式，但再次吸收虚晶后，他发现自己的技能居然升级了，只是不知道黄级以上的技能是什么等级。与此同时，一群街溜子小队盯上了落单的中原，可就在他们追踪中原的路上，一人发现了地上的双血蛇尸体，而且还不是一只。带头的王猛顿时感觉不妙，难道那小子本身就是虚能者？听到这，队伍里立马有人怂了，表示他们还是换一个目标吧。然而王猛却不同意，他认为中原在猎杀了这么多双血蛇之后消耗肯定很大，而这正是他们捡漏的好机会。与此同时，中原正在用脚大力猛踹树干，而头顶的双血蛇在听到动静后纷纷冒了出来。而就在这时，中原的超级感知能力突然感应到周围有5个人围了过来。没错，来人正是王猛。只见他手拿匕首缓缓走向中原，小子，交出虚晶，然后滚！王猛的话说得很清楚，中原也不在乎，既然你们想玩，那老子就陪你玩一玩。宠妹狂魔重生回到4年前，为了保护妹妹，甘愿做一名陪读生。谁料入学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校园打劫。中原本不想搭理他们，但一想到这群人今后很可能会威胁到妹妹，他顿时起了杀心。面对前来打劫的王猛，中原微微一笑，表示自己手里并没有虚晶，同时他还将背包里的东西丢在了地上，以此证明自己真的没有。王猛自然不信，来的路上他已经看到了4具双血蛇的尸体，而且现在地上也有这么多双血蛇，他断定中原藏起来了。中原一脸无辜，表示地上的双血蛇只是摔晕了过去，他还没来得及收割。至于之前的4枚虚晶，他已经吸收过了，只不过都失败了。听到这，王猛也没有继续为难中原，毕竟只要赶走对方，地上的这群双血蛇就轮到自己来收割了。他当即让中原丢出腕表和武器，并十分友善地提醒他，只要躲进安全区就能活下来。中原冷笑一声，临走时他故意踩中了一条双血蛇，下一秒还在昏迷的双血蛇瞬间活了过来。而此时的王猛还不知道身后发生的一切，他正美滋滋地收拾着中原的物资。突然他发现中原的腕表电量还有95%，这就意味着他不是用声波击杀的那几头双血蛇。感觉到自己被耍，王猛顿时就要去追中原，可一回头就看到了昂首挺立的蛇头。
快跑！这些蛇还活着！听着众人的惨叫，中原淡淡摇了摇头，老子的东西这么好拿的吗？没多久，中原再次遇到了2名同学，见中原身上连背包都没有，女人关切地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原也不避讳，表示自己刚被打劫了。那群人正在远处猎杀霜雪蛇。听到这，男人顿时就加快了脚步，表示去晚了他们就抢不到了。可女人却见中原可怜，希望他能跟他们一起。中原本不想和他们组队，但一想到自己不吃不喝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并且手里没武器猎杀一族也不方便，于是便答应和他们一同过去拿回背包。然而当他们来到那片森林后，却只发现被霜雪蛇咬死的5人，以及满地的霜雪蛇。看到这的男人立马拉起女人逃了出去。中原发出一声冷哼，捡起地上的匕首，默默走向了蛇群。没了外人，自己猎杀起来更加得心应手。猎杀霜雪蛇让中原得到了大量虚金，在他的吸收下，超级感知和凝冰2个技能已经升到了轻级。同时中原也明白了升级机制，10个虚金可以将黄级提升到轻级，每吸收1枚相同的虚金会随机升级1个技能。但让中原感到疑惑的是，自己的再生技能却始终都在黄级，这种感觉像是冥冥之中有股力量在阻止升级再生的能力。想了许久也没想出头绪，中原决定先将现场处理好，毕竟自己大量吸收虚金的事情不能暴露出去。至于这些死掉的同学，那就交给校方处理好了。男人不吃不喝斩杀1万头霜雪蛇，只为将自己的再生技能升到轻级。可不论吸收多少虚金，中原发现自己的再生技能始终卡在黄级3阶，来不及多想，趁着3天军训还未结束，还是继续猎杀一族吧。与此同时，校方接到学生遇害的消息后，立马派人过去查看。根据死者腕表上留下的录音，男人推断这几人都是被霜雪蛇咬死的，但他在其中1人身上发现了刀伤，而现场只有4具尸体，这就说明逃走的那人一定是故意杀害同学，以此躲过了霜雪蛇的追击。不过根据腕表的移动轨迹来看，这几人明显是追着中原而来的，而现场至少有30-40条霜雪蛇。可为什么中原先来到这里却没受到霜雪蛇的攻击呢？想到这，男人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竟然还有连我都看不出的手段。中原这小子果然很有意思。与此同时，在学校的食堂里，中原的妹妹正美滋滋地享受着美食。作为报送特殊班的天才少女，林栋梁给她的关照可不是一般的好。这时林栋梁想起一直没看到中原，便询问钟兰他哥去哪了。钟兰表示自己的哥哥去军训了。听到这，林栋梁顿时感觉有1万头草泥马在心中奔腾，把陪读生拉去军训，成英学院这群人到底在搞什么鬼？万一他出了什么事，钟兰岂不是要撕了自己？林栋梁一脸冷汗，赶忙拨通了一个电话。另一边，指导员正在和手下美滋滋地享受着BBQ。突然，一个身穿白色风衣的男人走了过来。你好，我是风龙小队的风雨墨，前来蛇门山执行任务，请问这里的负责人在吗？看到对方，刘文一脸不悦，这不是排在青年帮68位的大佬吗？跑这里执行任务，上面的人居然也不提前通知一下。他当即起身表示自己就是这里的负责人。风雨墨没有废话，表示自己是来营救一名叫做中原的学生，并向对方索要中原的定位。刘文表示定位都在教官冯晴手上，他刚离开还没回来。听到这，风雨墨道了声谢，转身就离开了。随后刘文继续和手下撸串，手下告诉指导员，风雨墨的传闻他倒是听说过不少，他最大的毛病就是重度脸盲，见过一次的人转头就会忘记是谁。与此同时，风雨墨已经来到了森林深处，看着地上砍得稀碎的霜雪蛇，他不由吐槽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刀法。这时他突然注意到不远处正有一人在挥刀，但刀身已经被他霍霍得不成样子。风雨墨一阵肉疼，当即来到男人身后，你的刀在哭泣，刀不是你这样用的。中原一脸懵逼，这么中二的家伙从哪里冒出来的？再说我会不会用刀关你什么事？风雨墨也没想到这小子不按套路出牌，正常人现在不应该羞愧的立马走人吗？然而中原却一脸贱兮兮的表示学校只给他发了1把刀，还问他能不能借给他1把。风雨墨一脸无语，拥有脸盲症的他压根没认出中原，但最后他还是给他1把刀，并打发他赶紧离开，因为这里的霜雪蛇已经归他了。中原一脸黑线，跟我一个军训的学生抢怪，你他喵的不害臊吗？风雨墨一脸的无所屌味，这里也不是你地盘，不存在先到先得的说法。至于这里的霜雪蛇到底归谁，当然是凭实力说话。一个青年排行榜68位的大佬，竟跑到新生训练营来抢怪，他喵的你哥这刷存在感呢！中原忍不了，直接在风雨墨背后发动了偷袭，一招凝冰技能将其冻成冰雕。中原二话不说就是一套军体拳，临走时还顺走了对方的长矛。片刻后，风干后的风雨墨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营地，被冻成猪头的他连教官冯晴都差点没认出他。在嘲笑了一波之后，冯晴丢出一个治疗技能让其恢复了过来。之后风雨墨将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冯晴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在嘀咕，这附近根本没有检测到腕表轨迹，目前没有带腕表的只有中原一个学生，看来风雨墨这家伙是脸盲症犯了，没认出任务目标还和对方打了一架。他安慰对方不要着急，反正集合的时候抢他武器的人还会回来，他现在应该是以任务为主。说到这，冯晴顿时心生一计，我这里有中原的定位，不过你这次来的真实目的应该是霜雪蛇吧？你可以先这样，然后那样。与此同时，靠被刺队友活下来的王猛此刻正一身狼狈，自从逃出来之后，他就在山林里迷了路，饿了2天半不说，还他喵的遇到了道路维修。王猛骂骂咧咧的继续寻找新的路口。
殊不知这都是冯晴给风雨墨出的鬼主意。没错，王猛身上有中原的定位。风雨墨在冯晴错误的指引下，把对方当成了中原。为了不妨碍自己狩猎虚惊，他只好设置一些路障，让王猛继续迷路。另一边，中原正拿着地图寻找新的狩猎点，可一路走来，他遇到的全是死蛇。中原爬上一棵树，眺望远方，他打算去地图之外的山峰碰碰运气。功夫不负有心人，地图之外的区域还是有许多霜雪蛇的。靠着狩猎来的虚惊，中原的3个技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级，其中升级后的超级感知范围扩大到了1公里，凝冰的时间也增加到了2分钟，一次军训就能达到这种效果，中原很是满足。眼看时间过去的差不多了，中原决定先回到营地集合。然而就在他刚要离开之时，脚下突然泛起一道冰晶，紧接着一头巨蟒嘶吼着朝中原袭来。中原心中大骇，不好！居然是霜雪蛇王！男人拥有100%吸收异族技能的能力，却在开学第1天就遇到了百年难遇的蛇王。面对送上门的虚惊，中原丝毫不敢懈怠。可对方速度之快，连他也避之不及。好在他有再生的技能，可以上伤势快速修复。中原知道以他现在的身手不太可能打得过对方，于是他发动了刚刚升级的凝冰技能。刺骨的冰晶只是一瞬，便将霜雪蛇冻了个透心凉。见自己的技能有效果，中原立刻展开了无差别释放，同时配合着从风雪墨那里顺来的长矛，中原很快就将蛇王给击杀了。发现霜雪蛇王的虚惊是否吸收？霜雪蛇王拥有额外技能冰血暴，灾厄级，不可升级。能力描述：所有能力立即提升1200%，持续30秒，结束后进入虚弱期，持续48小时。看着眼前的面板，中原一脸激动，他喵的这是什么阴间技能，居然会让我遇到，这趟军训也算是不虚此行了。与此同时，大部分的学生已经回到了军训集合点，其中也包括一直都在迷路的王猛。风雨墨跟在身后指着王猛淡淡说道：中原我已经安全送下山，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学校吧。闻言，冯晴一脸坏笑的走了过来。哎呀，风少你又犯脸盲了吧？你护送的人可不是中原了。风雨墨一脸疑惑，定位不是你给我的吗？定位当然是中原的不假，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位同学身上，来，我给你一个狡辩的机会。在让手下将王猛带走之后，冯晴看向指导员，表示他要和风雨墨留下来等中原，让他先带着其他人离开。待到众人离开，冯晴告诉了风雨墨事情的真相，他提醒对方一会不要下手太狠，毕竟中原是他看上的人。就这样，两人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本以为中原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可从早上等到了傍晚，始终都没看到中原的影子。冯晴快要崩溃了，竟然有人让自己等7个小时，还他喵的是个男的。就在这时，中原不紧不慢地从树林里走了出来。怎么没人了？难道是我来早了？原本还在劝冯晴不要生气的风雨墨，突然间看到了中原手上的武器，你他喵的对我的大宝贝做了什么？中原一脸懵逼，可还不等他开口解释，风雨墨就发动了影仆技能将他困住，紧接着就是一击重拳将其击飞出去。与此同时，冯晴也上前一步开始了他的表演。不要挣扎了，中原，你害得同班同学被蛇咬，证据确凿，罪大恶极。躺在地上的中原已经从裤裆里默默掏出了手枪。这两个人，一个鬼鬼祟祟进山里，一个二话不说动私刑，看来是想勾结起来杀我灭口。既然这样，今天就让你们知道7步之内谁最快。然而一梭子过去，风雨墨使用铜皮铁骨技能直接扛下了子弹，冯晴靠着高速闪避也全部躲开。看着摇摇欲坠的中原，冯晴心里暗想，这小子还有绝招没用出来，既然这样，那就给他来点刺激的。冯晴一脸邪魅的看向中原，小子，等你死了，你的妹妹可就是我的了。此话一出，中原的脸色顿时变了，下一秒一股强大的能量从他体内迸发，感受到对方体内的滔天怒意，风雨墨顿时有些后悔了，完犊子了，这下我们可算是完大了。当着宠妹狂魔的面说他的妹妹很润，这波精准踩雷属实让人没想到啊！盛怒之下，中原发动了刚刚从蛇王那里获得的技能冰血暴，虽然只有短短的30秒，但中原的各项能力值却得到了恐怖的提升。不仅如此，他还解锁了数个新的技能。来不及仔细查看，中原率先发动了永恒冰域，刺骨的冰晶袭向两人。冯晴有恢复技能，身体没有被完全冻住，可他身后的风雨墨就没那么好运了，整个人再次被冻成了冰雕。然而冯晴虽有恢复能力，但也不是完全免疫，环境温度太低，就算是恢复状态，每几秒也会被冻住一次。同样，中原那边也不好受，大招的消耗十分巨大，只是一次就掏空了他全部的精神力。中原本想用打手枪的方式解决对方，可谁料枪刚拿到手上就被冻住了，完犊子了！这个技能居然是无差别的。中原耗尽最后一丝力气，重重的倒了下去。另一边，冯晴两人互相搀扶着走向中原。增幅类能力最多提升448%，超过这个的都是克命能力，而中原刚才使用的绝对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值。冯晴不想让他死，好不容易来到中原身边，他当即施展治疗技能，而在施展完技能之后，他也因体力不支晕倒了过去。风雨墨一阵头大，只好拉起两人朝着医院走去，嘴里还不停的骂骂咧咧：冯晴，你这个傻逼，配合你演这种反派戏码，我特么也是个傻逼。病房内，医生看着毫无波动的心电图，表示人没救了，准备开席吧。
可就在这时，穿着病号服的冯晴跑来制止住了医生：“都出去，都出去！他就是假死，用不着你们瞎指。”风雨墨一脸无语，他喵的都长出尸斑了，你还说他是假死？冯晴没有废话，直接一套治疗术打在中原身上。开玩笑，一个人是死是活我还能看不出来？次日，虚能者青年榜上，风雨墨的排名已经被一名叫做玄冥的人给替代。这假名字是不是太中二了？没办法，是你说他打败了你2次，用真名又怕他麻烦，只能这样上报。而就在这时，病床上传来了中原的声音：“好吵啊，都给我闭嘴！”苏醒后的中原立马坐起身，一脸警惕地看着窗边的2人。冯晴见状，立马上前做起自我介绍：“鄙人冯晴，成英特殊3年级学生会会长。之前故意激你战斗的事情是我不对，希望你别介意，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闻言，中原反手就是一拳，旋即露出一个微笑：“现在才叫不打不相识呢。”女孩为了守护哥哥，竟不惜消耗了自身20年的阳寿。作为保送特殊班的天才少女，钟兰一开局就是王炸。为了能让她快速成为虚能者，学校特意为她准备了王级虚晶。可学校也不知道，吸收这枚火云蜂王的虚晶的代价居然是消耗20年的阳寿。一想到异族入侵地球会威胁到异父异母的亲哥哥，钟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吸收。成为虚能者后，钟兰满心欢喜地找到哥哥，想要分享这个好消息。可见到中原后，她才发现哥哥竟然加入学生会，成为了一名风纪委员。没错，冯晴之所以看好中原，就是想让他加入学生会。随后，妹妹开始向他炫耀起自己获得的超能力，同时还一脚踢碎了学校的雕像。中原一脸无奈：“兰兰，你变强我当然高兴，但损坏公物是要赔钱的。”随后，2人带着检讨书来到指导员办公室，谁料指导员非但没有责怪钟兰，还表示踢得很好，下次不要再踢了。中原感到奇怪，难道这就是学校对天才的特殊关照吗？就在2兄妹即将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指导员叫住了中原，他表示这次军训他的表现很好，想不想试着吸收虚晶成为虚能者？他可以帮他启能。中原瞥了一眼指导员，淡淡表示自己不需要。指导员一脸尴尬，这孩子就算不想成为虚能者，也不用把话说得这么死啊，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不对，他那身衣服是学生会的，冯晴来坐镇军训就是为了寻找后继者担任新会长，难不成他选中的人就是他？与此同时，离开办公室的中原跟着冯晴来到了学生会。之前风雨墨答应中原教他使用武器，今天正好有空。然而一通训练下来，风雨墨发现中原压根没有冷兵器的天赋，普通的虚能者一般1天就可以入门，可中原的刀剑枪棍拐一样都不行。趁着休息的功夫，3人喝了几瓶肥宅水，喝完后几人准备接着训练。而就在这时，中原捡起地上的易拉罐随手丢了出去，相隔10几米，易拉罐精准地扔进了垃圾桶。见此，风雨墨2人都是一脸惊讶，难道他有暗器的天赋？风雨墨有些不敢相信，当即拿起2个瓶子让中原再试一次，结果还是一样，瓶子精准地丢进了垃圾箱。原来暗器才是最适合你的武器啊！中原一脸的不在乎，暗器哪有40米的大砍刀帅啊？听着中原的话，风雨墨陷入沉思，如果非要执着于近身格斗也不是没有办法。他记得有一种鬼豪欢虚晶，它具有无畏暴怒打击和识读者3种能力，尤其是暴怒打击，它可以提升格斗能力，且不限武器。曾经他在一次行动中猎杀了一头王级的，最后虚晶也上交到国家了。说到这，风雨墨当即表示，教他武器的事情他可能办不到，但作为补偿，他可以帮他解决鬼豪欢虚晶的问题。说着，他便起身就要离开。中原一脸不解，就算再着急，也不用半夜2点半就走了。冯晴让他别多想。风雨墨之所以这么着急离开，是因为他那得了绝症的哥哥。他这次回去是给他送虚晶的，而是还是带有死亡豁免效果的双血蛇虚晶。一箱存放了2年半的蛋，竟然让男人一下获得了3个轻级技能。话说风雨墨在回去不久后，便将鬼豪欢的虚晶给中原快递了过来。打开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一张纸条。中原本以为这是风雨墨写给自己的，可打开才发现，上面的内容竟是一个女人写给风雨墨的。好家伙，虚晶加情书！风雨墨为了帮自己，居然连肉体都给搭上。不过看样子风雨墨还不知道这件事，自己又没他的手机，找冯晴帮忙，对方肯定会嘲笑风雨墨。看来自己到时候只能替他去见一面这个富婆。想到这，中原拿起了箱子里的虚晶，便开始了吸收。滴滴，鬼豪欢虚晶具有以下能力：无畏，解除一切精神控制；暴怒打击，随即提升格斗技巧；识读者，免疫一切毒素，体内毒素浓度越高，能力越强，最高提升不超过148%攻击力。一下将箱子里的虚晶全部吸收，中原只感觉神清气爽，犹如拿到了篮球的鸡。与此同时，学生会的一群小嘎嘎已经开始炸锅了，原因是他们不想让中原这种陪读生加入他们。前风纪委员上官毅表示中原加入可以，但只能跑腿。其他的几人也是纷纷附和，更是扬言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然而中原并不知道背后发生的一切。刚陪妹妹吃完饭的他准备在校园里转转，可刚走了不久，他的感知技能就发现周围有一群鬼鬼祟祟的人。中原也不想和他们浪费时间，当即让对面的几人赶紧滚出来。没错，躲藏在墙角的几人正是之前反对他的学生会成员。既然被发现了，那你就把衣服脱下来学2声狗叫，我就放过你。闻言中原顿时乐了，原来这就是成英学院的校风，我果然是来对了。见中原一副不鸟自己的样子，小嘎嘎当即怒了，他大吼着发动恫吓音波冲向了中原。这个技能可以对目标造成精神震慑，然而他做梦都没想到，吸收了鬼豪欢虚晶的中原早拥有了解除精神控制的能力。
在发动无畏技能之后，中原当即开启暴怒打击，直接对小嘎嘎来了一套标准的军体拳。看着被打成猪头的老大，小嘎嘎们全都慌了，当即背起他逃了出去。然而他们做梦都想不到，前脚刚脱离了中原的魔爪，后脚就被他的妹妹给堵住了退路。钟兰也不客气，他喵的敢跟踪我哥哥，你几个老八进茅房找屎吃呢？他让几人交出手机，小嘎嘎惹不起钟兰，只要乖乖听话。谁料钟兰拿到手机后，并没放过几人，而是让他们摆出死狗的样子，然后用手机拍照发到了网上。趴在地上的小嘎嘎想死的心都有了。他喵的中原算什么恶魔？这一位才是真的杀人诛心啊！男人只是想替兄弟去约个会，却不料被抓去当了壮丁。中原在离开学校后，便来到了渔人码头。之前他在风雨墨送给他的快递箱里看到了纸条，这次是来替他解释清楚的。可谁料他在解释完之后，对方竟不让他走了。原来送给他虚金的女人是战神小队的队长安采哥。对方原本是打算叫风雨墨一同出任务，却不料对方没有收到纸条。安采哥心想，风雨墨那么傲娇的一个人，肯拉下脸来求虚金，想必中原的实力也不差。于是他向中原发出邀请，希望能和他们一同去神农架追捕盗猎者。中原有些不好意思，但毕竟拿人手短，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就这样，几人坐着直升机很快就来到了神农架。一下飞机，中原的超级感知能力就感应到了狼群。在他的指引下，众人很快就发现了围在火堆前的狼群。中原只身一人上前查看，可就在这时，狼群突然仰天发出嚎叫。与此同时，中原的超级感知也感应到1000米之外有人正在急速靠近。既然来了，那就提前清个场吧。3下5除2，中原便将狼群给解决掉。而就在这时，2个小嘎嘎卡着节拍冲了出来。中原二话不说，直接射出2柄飞刀。小嘎嘎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就已经饮恨西北。干净利落的手法把远处的安采哥等人看得目瞪口呆，这家伙实力也太强了吧！随后众人上前查看尸体，发现这群人正是他们要找的盗猎者。而就在这时，一群肤色不同的歪果人从树林里走了出来。我就知道华国军方会派实力出众的虚能者前来，很高兴见到你，安采哥小姐。看清来人，队伍中的一人突然指着盗猎者大喊：赵征，你个叛徒，你居然会和灯塔国的人混在一起！国家花了那么多心血培养你，你竟然叛国！叫做赵征的男人一脸的无所谓，别开玩笑了，只因我不肯上交虚金，就无情的打压我，你们管这叫做培养？要不是有人帮我搭线，我都不知道灯塔国的虚能者是多么的自由快乐。赵征的话才说到一半，一柄飞刀急速划过，瞬间贯穿了他的脑袋。都别废话了，犯我华国者，虽远必诛；叛我华国者，必死无疑。无惧寒冰的火焰异能，竟在男人的冰系技能下瞬间熄灭。就在刚刚，中原在与盗猎者撕破脸之后，为首的黄毛当即开启了火焰2段形态。见此，中原当即下令让其他人先行撤退，他要和对方来一场2人对决。黄毛一脸戏谑：你真以为你能打败我吗？出招吧，小垃圾！中原没有回话，而是默默发动了冰血暴。在这个技能的加持下，他的技能得到全面升级。只是一瞬，黄毛的周身就布满冰晶。黄毛刚要发出嘲笑，可下一秒他就发现身上的火焰消失了，就连火焰巨人形态都被冻没了。你到底做了什么？虎鳖，老子这一招叫做热爆压，能力是抽取空气中的温度，只要我合理操控范围和时机，就能将你周围的环境变成真空状态。黄毛一脸震惊，下一秒他就感受到了一股窒息，异能再强也没超脱物理学。牛顿的棺材板终究是被中原给压住了。黄毛记了之后，他的尸体旁突然出现了一枚红色晶体。中原走上前去查看，发现这是一种虚晶，具有3个红级技能，且无法升级，分别为巨力、铜皮铁骨以及火焰巨人。中原没想到杀死虚能者也会爆出虚晶，如今战神小队一定不知道这个秘密，如果把他带着或者上交，都会给自己引来麻烦。可一种虚晶的能力有等级数字，却不可升级，贸然吸收可能会直接锁死等级，那样的话就太得不偿失了。中原不打算吸收，正想着找地方将它买了，突然看到了盗猎者的背包，拉过来一看，里面竟然是满满的一袋子虚晶。萌萌熊虚晶，技能卖萌，提升个人魅力，使目标减轻敌意。中原一脸无语，怎么还有这种玩意？不过从数量上来看，这些虚晶足够让技能提升到满级。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中原吸收了所有虚晶。恭喜卖萌技能已经提升到满级，你获得了新能力超级卖萌，红级2阶，可升级，效果永久提升个人魅力，使目标失去敌意，范围不限。中原一脸无语，他喵的这也叫技能？与此同时，撤退的战神小队在发现森林里的火焰消失后，立马折返了回去。看到中原没事，安采哥兴奋地冲了过去，却不料脚下的石头直接让他摔了个狗吃屎。中原回过头询问，任务已经结束，我妹妹还在等我吃饭，我们可以走了吧？宠妹狂魔为了不让妹妹伤心，竟当众发誓今后绝不结婚，只因男人和校花通宵未归，妹妹就要把他打成乌龟。话说中原在和安采哥回去的路上，就收到了妹妹的短信，因为自己昨天关机，害得妹妹找了自己一夜，看来回去得先让冯晴帮自己圆谎了。谁料冯晴一开口就说中原昨夜是和别的女人在双排，还贱兮兮的表示来年要给他找个嫂。闻言钟兰脸色顿时变了，哥，我不同意这门婚事，这个野女人现在就敢让你旷课打游戏，以后还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为了安抚妹妹，中原只好发誓今后不会结婚。这波天秀属实把冯晴给看懵逼了。然而3人的饭还没吃完，中原就被另一个校花给盯上了。一看到对方，钟兰就展现出了极强的领地感。冯晴见状笑着向他介绍，这是学校大名鼎鼎的苏婉莹，
号称终极祈愿，其辅助技能可以让人增幅448%。现在追求他的人可以绕学校30圈。闻言，中原询问对方找自己什么事，苏婉莹告诉他是来邀请他参加虚能者高校联赛的。现在他们的队伍里还有3个名额，希望他能争取一下。然而中原却对此提不起一丝兴趣。同学之间打打杀杀多不好啊，更何况追你的人都绕学校30圈了，拿个冠军应该很轻松吧？听到这，苏婉莹顿时一阵火大，这还不是因为冯晴这个坑货，每次比赛都会抽到最强队伍。中原一脸无语，只有弱者才会计较运气，强者从不抱怨环境。一句话直接把苏婉莹对得哑口无言，丢下一句我跟你们无话可说，便气鼓鼓的离开。对方离开后，冯晴告诉中原，除了团队赛，还有个人赛，而且奖励丰厚，前3名会得到4枚灾厄级虚金，4到8名也有2枚虚金奖励，第9和第10则是4枚红级。除此之外，前10名还会有外出历练的机会，毕业后也能优先加入虚能小队。听到这，钟兰一脸诧异，虚能者比赛找我哥干啥？冯晴疑惑地看向中原，难道你还没和你妹说？话都到了这个份上，中原也不再隐瞒，直接将自己成为虚能者的事情说了出来。妹妹一脸惊讶，哥，你吸收了多少虚金？好像还挺多的。此话一出，钟兰的眼泪顿时绷不住，完了，我哥要死了，没几年好活了。冯晴一脸疑惑，此话怎讲？我吸收了2个能力，消耗了20年阳寿，我哥肯定更多。学校公认的天才少女，吸收异能的代价居然是消耗阳寿。听到这的中原顿时一脸震惊，他转过头看向冯晴，询问他也是这种情况吗？冯晴告诉他并没有，而且据他所知，正常人都是吸收完虚金才会知道里面有什么能力，像他妹妹这种情况简直闻所未闻。而且现在既没有增加寿命的虚金，也没有任何科技狠活能够解决这件事。说话间，冯晴默默摘下了自己的墨镜，果然和钟兰说的一样，他头顶的寿命已经显示减少了20年了。但让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中原的寿命会是0？这时妹妹告诉中原，事实上林栋梁还交给他1枚3技能的虚金，但吸收的代价是消耗30年寿命，所以他一直没用。听到这，中原一脸心疼，兰兰，以后吸收虚金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再做了，林栋梁那边我会帮你解释清楚，你就当是为了我也不要再做这种消耗寿命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想变强，还有许多其他途径，比如锻炼身体、增加智慧谋略、使用科技狠活，这些同样也是人类的天赋。说着，中原快速丢出一柄飞刀，看见了吧，哥就是靠训练练就的这一手绝技，相信你只要努力，一样可以成为顶级强者。安抚完妹妹，中原拨通了林栋梁的电话，他很直接的表示自己妹妹身体出了问题，希望他不要再继续给妹妹虚金了。林栋梁眉头一皱，当初可是你答应我的，我现在全套训练都安排好了，你是不是耍我？不，我可以代替他，而且我的天赋也不差，现在我已经成为虚能者了。然而林栋梁对此根本不信，他表示从现在开始他会停止他们兄妹在学校的一切特权和资源，如果他能在这种情况下拿到高校联赛前10名，那么他就相信他的话，并且之前的一概既往不咎。中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在回宿舍的路上，中原询问冯晴，他能看到寿命的异能科学院知不知道？冯晴表示中原是第一个知道的。中原咧了咧嘴，你这是故意向我透露你的秘密吗？那必须的，因为我们是好基友。不过比起我，你现在该考虑的是你吧。林栋梁断了你们的资源，还要你打进前10，这摆明是刁难你。中原一脸无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反悔的是自己。不过很快冯晴就给他出了一招，表示他可以帮复活。闻言，中原顿时灵机一动，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随即他拨通了安采哥的电话，安队长，有件事需要拜托你，上次的鬼豪欢虚金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有多少要多少，之后我中原欠你一个大人情。听着2人的对话，冯晴一脸惊讶，这个中原到底什么来头？怎么和安司令的女儿勾搭上？男人只是随口提了一个要求，竟让华东整个军区连夜为他疯狂寻找。华东司令部总司令安冠峰在得知女儿大肆搜刮鬼豪欢虚金后，顿时大发雷霆，这小妮子简直胡闹！鬼豪欢虚金之所以这么冷门，就是因为他的技能都是防御能力，却偏偏亲和攻击系虚能者的体质，贸然使用完全就是浪费。参谋长在一旁解释，报告上提到，上次执行任务的中原好像成功吸收了鬼豪欢虚金，而且这次8成也是给他准备的，所以他的建议是先调1000枚给他，然后严格追踪虚金去向。安冠峰只好点头答应。另一边，指导员在得知中原要报名参加高校联赛时，也是一脸惊讶。难道你不知道这是虚能者才能参加的比赛吗？中原表示他已经成为一名虚能者。闻言，指导员没好气地丢给他一张表格，你这孩子在校期间成为虚能者是要上报的，不过这次算了，先把表格填了吧。中原接过表格，发现上面填写能力的格子只有8个，可他现在的能力早就超过8个了。不过这样也好，冰血豹能力太过逆天，索性不写了。另外，超级卖萌的等级也降一降。接过表格，指导员顿时如遭雷击，普通人吸收8个虚金就已经是极限，而中原却在入学短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吸收了8个，而且连死亡豁免都能吸收到，这他喵的简直就是天赋异禀了。说到这，指导员一脸愧疚，早知道中原这么逆天，当初就应该给他找一些好的虚金吸收，也不至于低等技能占满8个空位。不过话说回来，你既然这么强，为什么要做一名陪读生？是啊，中原也想不通。按理说林栋梁既然能看透妹妹的天赋，自己的天赋也应该能看到，可偏偏对方什么都没发现。难道说是4年前的黄金关激活了自己的天赋，而他的力量无法被别人发现？
看来自己得找时间去看一看那具黄金棺了。这时指导员发现中原还有一个萌萌熊的异能，于是便让他给自己展示一下。中原先是有些犹豫，但在看到指导员坚定的眼神后，还是选择了妥协。随即他便发动了超级卖萌技能，这个技能中原还是第一次使用，可没想到效果居然这么猛。技能一发动，指导员还没发觉就已经中招，又是给自己助学金奖励，又是要给自己转成正式学籍的，搞得中原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没想到卖萌这个技能居然把自己变成珍稀动物。随后指导员又想看一下中原的再生技能，中原一脸诧异，自己没受伤怎么展示？指导员表示只要减去1厘米头发，然后立即发动技能，附近的头发也会跟着生长。说着他拿起剪刀一下剪断了中原的1缕头发，中原无奈只好发动技能，只见原本的齐肩短发一下变成了齐逼长发。减掉1厘米却能长长10厘米，这逆天的超能力让我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就在刚刚，一头乌黑银发的中原离开了指导员办公室，却不料在拐角处被一个蓝发少年给撞到。中原没当回事，道了句歉便转身离开了。可哪曾想，蓝发少年竟把他当成了妹子，甚至幻想起了转角遇到爱的狗血剧情。男人名叫江天硕，是华陵学院学生会会长。此次前来是想和指导员商讨一下两校切磋的事情。两校切磋原本是学生会自发组织的行为，但这几年打来打去都是老面孔。江天硕提议今年换成1年级的新生，这也算是给他们一次历练的机会。指导员心想，这小子是来找场子的呀。没错，往年华陵学院总是被冯晴、上官逸和苏婉莹3个铁裤衩吊着打，今年却换成1年级新生。既然这样，让学校的新生体验一下挫折也好。指导员答应了江天硕的请求，同时他也在心里盘算着要不要中原上场。如果中原出手，恐怕又是吊打的局面，那样就没法训练自己学校的新生了。与此同时，中原来到理发店，本想让托尼老师给他剪短长发，谁料妹妹偏不乐意，无奈他只好扎起头发满足妹妹的要求。另一边，在华东军区办公室，安采阁不止一遍地向父亲夸赞中原的厉害。安冠峰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同时他也明白女儿的心意，中原那小子实力强大，对虚能小队也没兴趣，而且常人在乎的事情他一样也不在乎。放弃吧女儿，这样的男人你驾驭不了，实在不行就深入浅出的交个朋友算了。安采阁被说得有些羞愧，扭过头便离开了办公室。在女儿走后，安冠峰收到了一封档案，没想到中原有8个技能的消息这么就传到了军方，并且他的档案已经打上了绝密的标签。看着手中的资料，安冠峰不由诧异，这小子吸收了萌萌熊虚晶，却没吸收盗猎者的虚晶，而且他也没有上交，看来自己有必要观察一下这小子。与此同时，中原也收到了安采阁寄来的鬼虚欢虚晶，看着满满一保险柜的虚晶，中原心中窃喜，这么多虚晶，如果一次性吸收完，估计自己一下就能成为格斗大师了。果然傍富婆这条路子是对的。学校争着当他舔狗的女神校花，如今却因为男主的一句话，竟把自己关在训练室里不眠不休一整天。原来当初中原的那句强者从不抱怨环境，一下就说到了苏婉莹的痛处。既然被看清，那就用行动来证明。然而苏婉莹做梦也想不到，她和中原的升级速度就像是一个骑着28大杠，另一个坐着火箭。此时收到虚晶的中原开始了全面吸收，暴怒打击轻级满级，获得新能力格斗大师，格斗大师红级满级，获得新能力以牙还牙，以牙还牙轻级满级，获得新能力以血还血。一连串的升级信息让中原的身体都有些吃不消。看来虚晶这东西不能一次性吸收太多。很快学生会到了开例会的日子，作为新入会的成员，中原第一次来参加这种会议，没想到学生会的其他干部竟想着给他一个下马威，故意没留他的座位。中原满不在乎地走进会议室，当即拉开会长冯晴的专属座位坐了上去，而冯晴像是个小弟一样站在一旁一言不发。这下可把在场之人看呆了。中原冷冷环顾四周，怎么这椅子我坐不得？助理一身冷汗，当即起身表示给会长去拿把椅子。可就在这时，前风纪委员上官逸坐不住了，直接起身大骂中原是个无耻的小白脸，就会靠着潜规则上位。原本中原是不想搭理他的，可谁料这家伙竟连同中原的妹妹一块骂了进去。中原的脸色顿时变了，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上官逸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喊着要和中原单挑。冯晴一脸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劝上官逸不要意气用事。可上头的上官逸根本管了不那么多，直接原地摆开场子要和中原打上一架。中原一脸无奈，既然想死，那就成全你。愤怒的上官逸率先发起进攻，可经过升级后的中原，对方的速度像是放慢了一半，轻轻松松就躲了过去。中原心想，这小子看起来比冯晴弱不少啊，如果真出手，恐怕要把他打残。于是中原一次手都没出，只是不停地闪避着对方的进攻。10分钟后，上官逸一身疲惫地爬在地上，打了半天把自己累得够呛，却连对方的毛都没碰到。上官逸感觉无比憋屈，挥舞着拳头发动最后一击。中原一脸的不耐烦，这次直接发动了以血还血技能，此技能可以反弹对手的伤害。就这样，嚣张跋扈的上官逸差点被自己的进攻反弹成了残废，甚至还有人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完了，看来学校今后又要多一个社死的同学了。男人不吃不喝一觉睡了7天7夜，学校的汪汪队全都被吓得束手无策。原来被中原打残的上官逸是个官二代，
他的舅舅是校长，于是便派人把他关进了禁闭室。起初学校的汪汪队还没发现异常，只感觉中原是在装睡。可一连几天中原都没有吃喝，甚至连厕所都没上，这让众人不禁怀疑这下子该不是凉了吧。就在这时，警务处的大门突然被一个男人打开。都几天了，中原怎么还没放出来？闻言，小嘎嘎也是一脸委屈，不是我们不放，是他自己不出来。随即几人便一同来到禁闭室，可不管怎么叫中原都没有反应。男人上前摸了摸中原的身体，发现是凉的，然后又探了探他的呼吸，发现已停止了。不好，快叫医疗人员过来！不多时，医务人员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可一番治疗过后，中原不仅没有反应，还将医疗人员给反噬了一口老血。没救了，没救了！赶紧通知家属准备酒席吧。听到这，众人也是慌了。随后，男人将此事汇报给军区。可安冠峰在听说这件事后却异常淡定，因为他之前看过中原的资料，知道他会假死。他劝众人不要慌，这种类似冬眠的状态，只要等他自己醒来就好了。可即便这样，大家还是不放心。然而一番折腾过后，中原依旧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没办法，只能将冯晴给请过来了。此时，中原正在自己的神识里飘荡。突然，一道声音从他脑海里响起：“中原，你妹妹被华林学院的人打了。”闻声，中原顿时睁开双眼，他一把坐起来，抓住了床边的冯晴。谁？是谁敢欺负我中原的妹妹？见中原醒来，众人也是松了一口气。冯晴更是笑嘻嘻地拉起对方，表示要带他出去吃宵夜。路上，冯晴调侃中原真有本事，竟有军区司令给他撑腰。中原一脸懵逼，啥意思？华东军区司令安冠峰啊！要不是他，你怎么可能安然无恙？毕竟你打的可是校长的亲外甥啊！听到这，中原陷入沉思。原本他还想着，如果校长故意包庇，他就暴力推平学校呢。现在看来，不需要自己出手了。对了，你刚才说有人欺负我妹妹是怎么回事？冯晴挠挠头，随即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原来在12小时前，钟兰作为1年级新生前去参加了和华林学院的切磋赛，结果自然是惨败。回来的路上，钟兰不甘心，于是打电话想让冯晴对她进行特训，所以冯晴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听到这里，中原顿时怒上心头，前面带路，另外打我妹妹的人叫什么名字？只因妹妹在比武中擦破了包皮，哥哥就要杀她全家，原地开洗。华林学府内，一群外国来的插班生还在庆祝白天的胜利，尽管对方出言不逊，江天硕只能选择忍气，只因那名叫做崔胜师的男人拥有强大的超能力，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因为董事会的压力前去成英学院组织这场新生联赛。只可惜成英1年级的学生没人压得住他的嚣张。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暴喝：“华林学校的垃圾们，给老子滚出来！”来人正是前来给妹妹报仇的中原和不嫌事大的冯晴。一头雾水的江天硕跑了出来，可看到中原的那一刻，他就傻眼了。这不是那天让我心动的那个女生吗？但今天她怎么越看越像男孩呢？好家伙，见过眼瞎的，还没见过眼珠子长在裤裆里的。中原可不知道对方的花花肠子，怒吼着让欺负他妹妹的那人滚出来。这时崔胜师也被声音吸引过来，原来是成英的废物，被我打退了15个，怎么又来俩？闻言，中原顿时怒了，4大技能一同发动，裹挟着紫色雷电的拳头猛然挥向对方，仅是一击便将崔胜师击飞数十米。被打成猪头的崔胜师一脸的气急败坏，卑鄙的华国人，竟然搞偷袭，我要杀了你！说着就要上前再和他打上一架，但在这时，江天硕拦住了他。等等，冯晴，你带来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冯晴一脸懵逼，他是我舍友啊，1年级新生中原。此话一出，江天硕顿时如遭雷击，他是男生，他是男生。然而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江天硕还抱有一丝侥幸，他听说中原是来给他妹妹找场子的，难道说那天遇到的是他一卵同胞的亲妹妹？想到这，江天硕郑重地朝中原鞠了个躬：“你好，我对你的妹妹一见钟情，我想要结婚为目的和她交往一下。”此话一出，中原顿时涌起一股杀意，而恰巧就在这时，崔胜师卡着阎王的节拍朝中原发动了偷袭，可下一秒他就口吐鲜血倒飞出去。处理完这个碍事的家伙，咱俩的事是不是也该解决一下？感受到中原身上爆发的恐怖气息，冯晴顿时就想开溜，可谁料江天硕这个铁头娃竟不知死活的和中原抬起了道。难道你认为我配不上你妹妹吗？我告诉你，我的父亲是我爹，我妈是我的母亲。江天硕的废话还没说完，中原便发动了进攻。若非江天硕的防御能力逆天，恐怕他今天就要原地立粉。被打成猪头的他依旧不死心，你凭什么阻拦我追求你妹妹？我妹妹今年才12岁，你说为什么？听到这，江天硕彻底反应过来，难道那天拐角遇到的是你？不然呢？没想到我撞了你一下，居然记恨到现在。此话一出，江天硕再也绷不住，他喵的，原来我是个傻逼。原本只是想来给妹妹找回场子，却不料对方竟然缠上了妹妹的身子。听闻江天硕执意要做自己的妹夫，中原的杀意顿时就收不住了。就在他准备将对方大卸八块的时候，华林学院的汪汪队赶了过来，见有人要行凶，对方立刻围住中原，发动控制技能。原本坚硬的地面突然变成了一片泥泞，可这番操作非但没有控制住中原，反倒是将无力的江天硕给吸了进去。见有人助攻，中原也不客气，当即发动凝冰技能冻住了江天硕。虽然不能快速秒杀对方，但对方头朝下困在地里，应该也用不了多久就会死掉。当然前提是这群汪汪队不要碍事。中原丢出几柄飞刀阵退解，
可其中的医疗兵却坚守不退。这时队友们都在喊他赶紧回来，可他却表示自己身为夜鹰小队的队员，怎么能连一个学生都保护不了？听到这，中原突然想起前世他的妹妹就是在夜鹰小队，而且那个小队对他也是十分关照。看在妹妹的面子上，中原决定暂时放江天硕一马。从华陵学院回去后，中原没有直接回到宿舍，而是去了禁闭室。上次他在禁闭室睡了7天，醒来发现自己的精神力得到了增强，他想试验一下是否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缘故。中原表示他先小睡5分钟，让冯晴到时候试着叫醒他。可这一次，无论冯晴说什么，中原始终都没醒。冯晴不有诧异，难道这小子睡着了还有意识故意不醒呢？与此同时，被中原打残的崔胜师已经住进了 ICU。中原反弹给他的精神攻击，连医生都束手无策。他的母亲一脸愁容，儿子是他掌控崔氏集团的唯一底牌，他绝对不能让他出事。突然，他想到华国还有个专门管理虚能者的部门，看来自己只能用私密国的名义给他们施压，让他们找来高手救人。另一边，死里逃生的江天硕半夜将电话打给了自己的姐姐。在听完弟弟的狗血事之后，姐姐一脸无语：“江天硕呀，江天硕，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弯的。”江天硕也是一脸委屈，说起来这件事也不能怪他。谁让中原留长发？姐姐有些不信，她赶忙调出中原的学生照，并用 P 图软件给他 P 了个长发。好家伙，学生会服装男女同款，害人不浅啊！他将照片发给弟弟，询问他是不是这个人。看着姐姐发来的照片，江天硕平静的坤弟突然有了昂首的迹象。这照片还真不错，留下来养养眼吧。老姐，照片还有吗？给我来100张。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连学籍都没有的陪读生一下成了学校里公子哥跪舔的大佬？甚至连军方都不惜为了他与邻国翻脸。华东军区司令部虚能管理局局长王破局一脸愁容：“安司令，崔胜师他妈已经在虚能管理局大闹了好几天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你该不是中了中原的卖萌技能了吧？不然你为什么这么偏袒他？而且据我所知，萌萌熊是禁猎一族，中原这小子明显有问题，可你们却还把他的档案提升到了绝密。”安冠峰呵呵一笑，表示中原的实力远不是档案上看到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在王破军找他之前，他就已经看过中原和崔胜师的战斗录像。在看到中原使出了鬼豪欢的10倍反弹技能后，他便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便是让他前去九虚。他劝王破局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崔胜师母亲那边他会去说的。随后他便一人来到了崔胜师的医院。在听说安冠峰是军区的司令后，崔胜师的母亲仿佛看到了儿子活下来的希望。可谁料安冠峰的一番话像是一盆凉水，直接浇在了他的脑门上。他表示崔胜师之所以醒不过来，是因为大脑受损，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对中原使用了模拟技能。该技能如果向比自己技能多的虚能者释放，就会遭到反噬。闻言，崔胜军的母亲当场跪在安冠峰面前，希望他能派高手来救他的儿子，无论多少钱都可以。可安冠峰却不买账，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你儿子咎由自取，我们华国没有义务负责。闻言，妇人顿时急了：“你们敢！你知不知道我们背后可是私密国数1数2的崔氏财阀？那又怎样？那你知道中原背后是什么吗？他的背后是整个华国。”解决完这件事，但还有一件事让安冠峰有些头疼，那便是江家的小子竟扬言追求中原的妹妹，看来自己有必要拿着刑法去给他来套物理精神双重敲打了。与此同时，中原正带着妹妹准备去食堂吃早饭，突然一道人影举着1笼包子快速从食堂跑来。定睛一看，那不是被自己打残的上官逸吗？难不成他想对自己发动包子攻击？中原一脸警惕，谁料上官逸啪的一声直接跪在了几人面前：“兰兰小姐，这是为您准备的小笼包，您的奴仆竭诚为您服务。”男人只是打赢了一次比武，美女老师就要奖励他双球暴击。就在刚刚，一名自称是华南军区长风小队队长的家伙前来向中原发起挑战。对方在青年榜上的排名比中原低，按照惯例，如果中原不答应，那么两人的排名就会调换。中原感到诧异，为了排名特地从华南跑到华东来挑战自己，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但想知道对方的目的，只能接受挑战了。就这样，两人在学校里摆开了擂台。然而当打起来后，中原才发现对方不仅不会轻易使用虚能，甚至连攻击都避开了自己的要害。这种挑战让中原有种被看清的感觉，他让对方不必留手，只管使出绝招。闻言，男人也不再保留，当即施展虚能，发动了5连风，凌厉地刀锋袭向中原，角度刁钻的让他只能上天。中原一跃而起来到半空，看到这的男人却是一脸慌张：“我的风莲会持续绞杀3秒，你这样落下来还是会中招啊！冯晴，快给他施展生命共享！”冯晴一脸无语，和他共享生命，我怕是活得不耐烦了。眼看冯晴不肯出手，男人顿时有些慌了，这次要闯祸了。然而下一秒他就愣住了，只见中原施展凝冰，竟让周围的空气都被冻结，加上他的体重轻盈，中原下落的速度竟然超脱了物理学的范畴。看着自己的绝招被破解，男人对中原有些刮目相看，于是再次加大力度朝着中原发动2次进攻。可这一次中原早就看透他的招式，3下5除2便将他解决。输了比赛，男人没有恼羞成怒，反倒是十分客气地表示自己学到了很多。回到酒店后，男人立刻将与中原的战斗做了一份评估报告，并及时反馈给了他的上级九虚组织。没错，前来挑战中原的男人并非是慕名而来，而是受命前来测试中原的。九虚是一个神秘且强大的组织。前不久，他们中的老八因一次任务身受重伤被迫退役，安冠峰给他们推荐了一个人，正是在成英学院念书的中原。为此，他们特意派人前来测试中原的实力。当然，这件事中原并不知道，因为他还没来得及从男人那里找到答案。
就被前来挖人的江天硕给打断了。原来自从上次见识了中原的实力之后，江天硕就对这个又爱又馋的美男子念念不忘，于是他便带人亲自上门挖人，月薪3000万。虚金资源无偿提供，毕业后直接安排成为学生会会长。如此诱人的条件，恐怕是个人都难以拒绝。但中原一想到华陵学院的校风，顿时就打消了过去的念头。自己倒是无所谓，万一妹妹被带坏，那就得不偿失了。看中原还在犹豫，江天硕还以为他是在为之前的误会生气，于是他赶忙道歉，表示自己那天认错人了。他以为在转角撞到的人是他妹妹，所以才会说出那种话，而且他对他妹妹没有任何想法。中原先是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喵的，你缠的不是我妹妹身子，居然是老子的，我要杀了你！男人只是随手摸了一下黄金棺材，竟一下被吸了进去，不仅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甚至睡得十分香甜。就在不久前，中原在手机上看到了黄金棺展览的消息，为了搞清楚自己和这具棺材到底有什么联系，中原决定亲自去看一看。在得知自己的好兄弟要去上博观看黄金棺，冯晴直接动用他妈的关系帮中原包了一天场子。与此同时，一个神秘男人正坐在电脑前查看中原的资料。自从中原杀死盗猎者并拿走对方的一种虚金之后，他变成了各大外国势力争夺的对象。为了能够拿到那枚虚金，一场有预谋的行动正在悄然逼近。此刻，中原已经来到了上博展览馆。不过，眼前的黄金棺和重生前看到的几乎没什么差别。难道玄机都在棺材内部？中原心想摸一下总该没什么事吧。可当他把手放在棺材板上时，一道奇异的漩涡出现在他眼前。还不等中原反应过来，便有一股力量将他吸了进去。与此同时，成英学院正在举办校花评比大赛，只是不知道谁把中原的照片 P 成了女生，还给发到网上参加了评选大赛。这可把前来参观的江天硕给馋哭了，纷纷动员华陵学院全体学生给中原刷票。然而就在大家忙着选校花看美女的时候，一场针对中原的外国势力行动已经进入了校园。负责这件事的男人正是之前查看中原资料的神秘人阮凯。他此次的目的十分简单，抓走中原的妹妹，并以此胁迫对方交出一种虚金。为此，他派出了大量虚能者混入了学校内部。在他的精心谋划下，学校的众人很快就被一个会使用精神污染的女人控制住。除此之外，江天硕也被打成重伤，无力再战。钟兰慌了，他赶忙打电话给哥哥，可正在棺材里熟睡的中原一时半会根本听不到手机铃声。钟兰把手机丢给江天硕的小弟，让他一直不停地打给哥哥。随即他便朝着男人冲了上去。之前特训的时候，冯晴曾教导过他，当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时，一定不要害怕，只要抓住一次机会就是自己的胜利。钟兰快速来到男人面前，紧接着在男人还未反应过来之时，直接踢出一脚断子绝孙腿。男人只感觉整个世界都要碎了，趴在地上痛苦的哀嚎。可就在这时，钟兰的身后突然出现两道人影，女人当即发动控制技能，瞬间制服了钟兰。小妹妹，这样忽视别人真的好吗？与此同时，身边的男人也发动异能，将江天硕两人打趴在地。在这危急关头，中原的手机终于拨通了。中原，你快来，你妹妹有生命危险！你敢相信异域风情的美女杀手释放大招的容器竟然是胸前的2颗保命球？就在刚刚，这伙人抓住了中原的妹妹，并掰断她的手指，逼问她中原的下落。可钟兰打死也不肯开口。这群人没有办法，只好先将钟兰绑起来从长计议。可他们想不到的是，中原早就得知了妹妹被抓的消息，只不过现在的他还困在神识空间无法离开。中原焦急万分，难道这里是黄金棺的内部？中原大喊着放我出去，身体在虚空中不受控制的来回穿梭。等他再次睁眼，竟发现自己出现在了学校的禁闭室。来不及多想，中原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妹妹。根据之前从电话里听到的声音，中原很快就在学校食堂门口看到了那伙人。原本他还想着逐一击破对面的4人，可当他看到妹妹断掉的手指后，顿时就失去了理智。看到目标人物出现，众人全都警惕起来。之前那名会使用控制技能的女人当场就拉开了胸前的拉链，紧接着一对呼之欲出的大球出现在中原面前，这正是他的最强杀招——精神污染。与此同时，一名身穿迷彩的小哥也在中原身后发起了偷袭。本以为一对大球足以控制住中原的意识，谁料在迷彩小哥贴近中原的瞬间，中原立刻转身完成了反杀。见此一幕，女人一脸惊讶：“你居然杀了隐形人，我要你死！”中原一脸不屑：“折磨我妹妹的就是你对吧？没错，你想怎样？不怎样，只是让你生不如死而已。”中原的身影急速闪现，上百道刀口出现在女人身上。从入场到现在不过2分半的时间，中原就已经斩杀了1队，但余下的2人却有恃无恐，因为钟兰还在他们手上。可他们终究还是低估了一个宠妹狂魔的怒火。中原发动冰血暴，仅是一击便打爆了劫持他妹妹的男人。余下的男人见此，顿时被吓得脸色铁青。如此强大的虚能之下，他根本没有逃走的可能。中原，求你放过我，我可以为华国提供。男人的话还没说完，中原便冷冷打断了他：“我不接受投降，去死吧！”永恒冰域瞬间发动，周围一切都化为了冰晶。与此同时，在冯晴的家里，母亲一脸兴奋地跑到冯晴屋里：“儿子，你那个学弟刀工被棒了，你看这个虚能者被削去了包皮还能活着，极具研究价值啊！据说还有一个被冻住的正打包送来科学院呢。”闻言，冯晴一脸紧张：“怎么回事？中原不会无故伤人的，军区那边的人怎么处理这件事？还能怎么处理？大概会给他一个2等功吧。”宠妹狂魔为了保护异父异母的亲妹妹，
竟不顾国际纠纷在校斩杀4名外国虚能者，可他却非但没有收到军方的处置，还被颁予了2等功，只因他是华夏定海神针级别的超级高手。就在不久前，中原被传唤到军区司令部，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来见他的人居然是安冠峰司令，而且对方语气诚恳，一点怪罪他的意思都没有。安冠峰为学校没能保护好他妹妹的这件事感到抱歉，并直言他这次不是来追责，而是想和中原聊聊。他表示中原的能力已经被科学院关注上，如果他们来调查，并且自己又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恐怕他就会被带走。他询问中原是不是得到了鬼豪欢王的能力，对方的坦诚让中原陷入沉思，自己努力变强本就是为了打败一族保护妹妹，如今一味隐瞒只会适得其反。想到这，中原决定直接摊牌，他把自己的能力说了一遍，当然黄金关的事情被他刻意隐瞒了下来。听到中原可以使用虚晶升级技能后，安冠峰顿时不淡定了。天佑华国，我们终于多了一位定海神针级别的超级强者。随后两人便敞开心扉聊了起来。安冠峰表示，这次外国势力入侵很有可能是学校出现了内鬼，因为一种虚晶这种东西并没有记录在案。中原表示他可以配合作饵，引内鬼现身。安冠峰表示同意，让他先回学校，方案由他来制定。回到学校后，中原先是去安慰了一下病房里的妹妹，然后又去江天硕的病房里道了谢，毕竟当初保护钟兰对方也尽了一份力。就这样1周的时间过去了，在安冠峰的操作下，中原的排名直接拉到了第2位，并且颁发了2等功，提拔为少校军衔，同时还给他发了一大笔悬赏金。家底丰厚的冯晴对此根本看不上，表示这些都是虚头巴脑的东西，还不如发点稀有虚晶实惠。随后他询问中原最近是不是得了幽闭依赖症，为什么总喜欢往禁闭室跑，难不成只有阴暗狭小的环境才能睡得着？中原也不否认，自从在黄金关里睡了一觉之后，他发现自己只要在黑漆漆长方形的空间里睡觉，自己的精神力就能得到增强。他询问冯晴这种床有没有的卖，冯晴一脸无语，没有，不过可以定制。那能复刻黄金关吗？顺便把盖子做成能打开的。没问题，你是要滑盖还是翻盖的？翻盖的吧，那样可能会比较实用。这个男人不得了，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一拳把教官干飞。学校非但没有给予处罚，反倒是将他战斗的画面当成了必修教材。就在不久前，学校来了一支虚能小队对新生进行特殊训练，但让中原没想到的是，带队的居然是当初拉他妹妹入学的林栋梁，而且对方点名要单独指导中原两兄妹。原来就在昨天，林栋梁被安冠峰叫到了办公室，并且严厉的训斥了一顿，只因钟兰在遇害时第一个求救电话就是打给林栋梁的。但当时林栋梁认为刚和中原撕破脸，索性直接挂断了电话。安冠峰这次故意让夜鹰小队前去指导成鹰学院的新生，算是给了林栋梁一个和中原修补关系的机会。然而中原根本就不买账，直言表示林栋梁不适合做他们的教官。林栋梁有些愧疚，看来中原还在生那件事的气，他向中原道歉，并且希望对方不要将私人感情带到课堂上来。作为新生，他在课堂上应该是虚心求学，而不是耍脾气使小性子。闻言，中原发出一声冷哼，道歉还要踩别人一脚，你这种人品我实在不敢恭维。此话一出，林栋梁还没开口，他身后的手下就忍不住了，当场就要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中原轻蔑一笑，打败你，我只需要一招。闻言，男人顿时乐了，我就站在这里让你打，随便你使用什么能力。对了，忘了告诉你了，我可是军区数1数2的防御高手。中原冷漠地看着眼前这个傻逼，随后转头看向其他教官，询问现场有人会使用生命共享吗？在得到确定的答案后，中原8个技能一同释放，蕴含着毁天灭地力量的拳头猛然挥向教官，势大力沉的一拳瞬间把对方击上了天。待到落地之时，对方已经不省人事，幸好现场有治疗师，否则小命定将不保。而这精彩的一幕也被钟兰用手机记录了下来，并且还发到了朋友圈。本以为是记录下美好生活，哪曾想视频居然被安司令看到，甚至还索要原片当成虚能者教材。此刻林栋梁已经被惊得说不出话，明明中原带给他的感觉就是一个普通人，可如今对方展现出来的实力却比天赋异禀的妹妹还要强。难道自己的感知能力出了问题？又或者说单凭虚能感应判断一个人的天赋本身就是错误？林栋梁想不通，中原也懒得搭理他，带着妹妹就回到了教室。经过这件事的发酵，中原已然成为了学校的招牌门面，又是拍海报又是做代言。连续几日，中原被搞得心力交瘁，而他却把这一切都怪罪到了超级卖萌技能上。看来这个让人不知不觉产生好感的技能以后不能对人使用，还是在动物身上搞清楚具体效果再说吧。这个学校的校草校花真奇葩，一个喜欢睡在棺材板里，一个喜欢到火葬场撸猫，真是小刀扎屁股，给爷开了眼了。凌晨2点半，睡不着的素婉迎来内裤都没穿就来到了火葬场。作为一个猫奴，一天不撸浑身难受。可他刚到地方就看到一群哈基米围在中原身边。中原同学，没想到你也是爱撸人士啊，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和猫亲近啊？中原一脸无语，老子是来撸猫的吗？老子是来试验超级卖萌技能的。不过中原在看到素婉莹手上的猫粮后，顿时就把这些话给咽了回去。他表示只要卖萌就能得到野猫的爱戴，当然他说的卖萌是他的技能。中原在试验后发现，超级卖萌可以让野猫完全臣服，甚至还能和他们进行简单的
的交流。中原本来还想再继续试验一下自己的技能，却不料安司令在这个时候给他打来了电话，表示有个任务需要他的帮忙。中原只好和素婉莹告别，坐上了前往任务点的飞机。此次任务的地点是位于金陵市的牛头山。根据资料显示，这里是一个轻级虚洞，然而现场的难度却远超轻级。身体变异的巨大飞虫加上它们庞大的数量，派去清剿的6支队伍已经团灭了1支，所以安司令才会这么着急的让中原来帮忙。飞机刚来到牛头山上空，一群飞虫便朝着直升机冲了过来。看到这，中原立刻打开舱门跳了下去。这可把驾驶员和指挥室的众人给看呆了。要知道他跳伞的高度可是4000米，这完全超过了登陆包1000米的使用范围。但中原一丝都不慌，在下坠的过程中，他早就对这群虫子施展了超级脉动，而且他还发现这群头脑简单的家伙比哈基米还要容易控制。就这样，中原骑着飞虫很快就找到了被困人员的山洞。但让他疑惑的是，这群虫子头脑简单，为什么会直接锁定那个山洞呢？难不成他们会互相传递信息？带着这些问题，中原来到了山洞门口。再看到中原一下控制了30多头飞虫，众人也是惊讶不已。这个成绩可是直接破了华国的最高纪录。中原没有废话，让众人立刻坐上飞虫离开这里，因为只有他们走了之后，他才能安心的研究这些飞虫的能力。捡起地上的虚晶，中原收到了系统提示，发现太古赤莲虚晶是否吸收。太古赤莲虚拥有以下能力：超级繁殖，大幅增强繁殖能力，一次可产下数以万计的子嗣。连毒，太古赤莲虚特有的毒素，所到之处都会污染该毒素。死亡咬杀，使用锯齿状口气攻击敌人，并吸收生命力。超级排泄，立刻释放大量有害排泄物，加速连毒传播。虫族意志，通过连毒共享思想。中原一脸无语，他喵的这都是什么鬼技能？不吸收。不过话说回来，虫族意志这个技能是资料上没有的，看来他们是通过这个技能找到虚能小队藏身地的。看来自己有必要做个小实验了。普通人控制2、3只虫子就已经是极限，可这个男人竟直接控制上百只飞虫，摆出了加班费的造型。这波操作把指挥室的众人全都看呆了。中原这小子在搞什么鬼？怎么可以同时控制这么多虫子？事实上，中原控制的虫子数量还是之前的那些，只不过他是利用了对方的虫族意志能力，让所有的虫子一起听话。有了这个能力，中原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们赶回了虚洞中。但也有一些不受控制的虫子，中原怀疑这些都是虫王，当即拿出武器杀向对方。然而虫王不仅不受虫族意志的控制，甚至还能反过来控制其他的飞虫。眼看对方就要钻进地底逃走，中原立刻发动民兵技能。虫王记了，爆出的虚晶比普通飞虫多了一个超级思考技能，难怪对方不受控制。但即便这样，中原也不愿意吸收这种有形生物的毅力。随后他利用超级感知能力发现地下还有许多虫王，在对其进行标记后，中原请求总部出动燃烧弹灭杀。随着炮声不断响起，牛头山的危机总算解除了。来不及和众人说上几句，中原就坐上了返程的飞机。这趟任务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精神力，现在的他急需一场无人打扰的睡眠来弥补身体的亏空。回到学校的第2天，中原一如往常的和妹妹吃着早饭。对于哥哥的夜不归宿，钟兰十分好奇他是不是又去找野女人了。中原一脸疲惫，表示昨晚打了一夜的蟑螂。可就在这时，素婉莹笑盈盈的来到中原的餐桌前。对了，中原，今晚你能不能陪我？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此话一出，就连空气都变得安静起来。中原一脸黑线，自己本来就没时间睡觉，这女人竟还想让自己陪她去撸哈基米。这时素婉莹看出了中原的不耐烦，当即改口问他要不要一起刷题。听到这，钟兰再也坐不住了，丢下碗筷表示自己吃饱了。眼看妹妹的醋坛子打翻，中原赶忙扒了2筷子溜溜溜，果然是天大地大，妹妹最大，宠妹狂魔名副其实啊。几天后，快递小哥扛着一个箱子找到了中原，这是冯晴专门给他定制的专属床位，1比1复刻黄金棺材。看着自己的爱床，中原满心欢心，总算是能睡个好觉。又过了一段时间，安冠峰再次将中原叫到了军区司令部。当这次他不是来给他下达任务的，而是满足他的加班费要求。这次除了军功和奖金之外，上面还特意给他颁发了1枚炎黄奖章，这是一枚连安冠峰都羡慕的奖章。可中原却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他只想拿到他的加班费。安冠峰一脸无语，加班费少不了你，都在这里呢。这次军区特意给你调取了12000枚双血蛇虚晶，能吸收多少就看你自己的造化。闻言，中原一脸兴奋，太好了，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男人一口气吸收1万枚虚晶，只为将自己的技能升到满级。可一整箱的双血蛇虚晶被吸收，中原也只是一个技能升到了灾厄级。他毫不满足的让司令再给他开一箱。这一次他的再生技能变成了红级的不死之躯，民兵也升级到了灾厄级永恒冰玉。既然这样，安司令再给我开一箱。1万多枚虚晶终于吸收完毕，中原的再生技能也升到了灾厄级。这次他不仅拥有不死之躯，还可以对1000米范围内的目标进行医疗。听到中原介绍完自己的能力，安冠峰一脸震惊，随即他拿出一柄匕首狠狠地插进了自己的手背，并让中原释放再生技能。他要试试这个能力的效果。好家伙，安司令是真的牛，侯贵芬都没你狠。中原赶忙施展再生，看着完好如初的双手，安冠峰激动的手舞足蹈起来。司令，我知道你很激动，但你先别激动，你叫我过来不是说还有第2件事吗？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安冠峰赶忙整理了一下衣领，随即开口说道：第2件事就是引入内鬼的计划，我已经安排好了。与此同时，
在一间豪华别墅里，女人一边倒着红酒，一边淡淡开口：“华东的司令提议让学生进入方界打虚惊，以此进行高校联赛的选拔赛，显然是想让我们对中原下手。”听着女人的话，男人一脸不屑。安冠峰的钓鱼手法我岂会看不出来？故意答应他的提示不过是将计就计。你将中原的信息卖给灯塔国，并引发校园袭击这件事，首领已经察觉，他让我提醒你，别忘了身为华国人的底线。男人发出一声冷哼，察觉又如何？翻脸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从封家弃子决定投奔九曜的那一刻起，我跟他便注定无法共存了。女人眉头一皱，难道你说的是那个因为吸收了双血蛇虚精而治好癌症的封家弃子？没错，要不是他弟弟风雨墨找来虚精让他避孕，我也不会着急将他卖给铁塔国。双血蛇虚精啊，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命运存在，那么他一定就是命运分歧脸上扇动翅膀的那只蝴蝶。女人呵呵一笑，还有心思聊命运？看来你已经想好如何对付中原了。那是自然，说到底他也不过是个16岁的高中生，纵他实力再强，在鬼眼瓢虫面前他依旧不够看。一个绝对强者找队友的条件是什么？那必然是乖巧听话呀。万众瞩目地高校联赛即将开启，为了选拔前去参加的队伍，学校下达了一项任务，那便是让学生组成团队进入方界狩猎一组，其中获得虚精数量前2名的队伍才能代表学校参加联赛。拿到第1对中原来说并不困难，但问题是这次他还带着安司令给他下达的抓内鬼任务，所以在选拔队友方面必须要找冷静听话的。不一会，冯晴就给他找来了一个眼镜妹以及他的一个小弟。经过抽签，他们选中的方界是张家界，这是一个异族种类繁多且地形复杂的地方。其最具代表性的异族有月光狐、迷蝶兔以及双头鹫，这是一个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地方。但中原却十分喜欢，因为异族越多，代表着他能获得的虚精种类就越多，而且地形复杂，十分适合他反杀内部。就这样，中原的小队连夜来到了张家界，并且他们还是第一个进入这里的队伍。一进来，冯晴就提议去狩猎迷蝶兔，因为选拔只看提交虚精的数量，而迷蝶兔恰巧是繁殖最快、数量最多的一族，只要跟着他们的粪便走，很快就能发现他们的巢穴。然而中原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他的意思是猎杀双头鹫，因为迷蝶兔的虚精价值不高，杀他们还得闻屎吃屁，队伍里有女生，说什么也要照顾一下。当然最重要的是杀双头鹫的效率并不比迷蝶兔低，因为异族不吃虚精，而双头鹫又是以迷蝶兔为食的，所以他们的巢穴里很可能有大量虚精。冯晴也没想到中原这小子居然这么会整花活，当然这也只是中原的一道开胃小菜，而他接下来的动作直接把众人的下巴给惊掉了。只见他快速爬上云梯，一跃来到双头鹫身上，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大鸟就已经被他控制，很快他们就被带到了巢穴。这里和中原说的一样，放眼望去全都是虚精，数量至少在1000枚以上。不管怎么说，这波第一绝对是稳了。但中原可不想这么轻易结束试炼，他的目标可是1万枚虚精。看着中原和双头鹫亲昵的模样，冯晴心里闪过一丝担忧。来到山洞外，冯晴开口询问中原：“双头鹫这么讨好你，一会你还舍得下手吗？而且你别混着跑到异族阵营里去。”中原呵呵一笑：“怎么可能？双头鹫臣服于我是因为我对他们发动了卖萌技能，他们在虚能的影响下奉我为萌王才会百般讨好，但我不会因此得意忘形迷失自我。”就在两人聊得正欢的时候，中原的通讯器突然响了起来，打开一看是参谋部的消息：中原有一支来自翰林学院的小队刚刚抵达张家界。闻言，中原邪魅一笑：“大半夜进入方界，看来有必要和这群人玩一玩了。”从没见过这么会整活的男主，别人进入异界都是小心翼翼，而他却是嘎嘎进活。在控制了双头鹫之后，中原等人足不出户就能收到大自然的馈赠。不仅如此，在超级卖萌技能的影响下，双头鹫为了讨好中原，还特意将他带去了自家祖坟，并把祖宗18代的尸骨全都扒拉了一遍，只为给他奉上虚精。双头鹫拥有一心两用、降空、鹰眼以及钢筋铁爪4个技能，相比于迷蝶兔3秒结束老汉推车的能力，双头鹫的技能显得十分实用。中原也不客气，一番吸收过后，钢筋铁爪技能升级成了穿透，此技能配合格斗大师技能使用，绝对的嘎嘎好用。除此之外，降空技能也升级成了空域主宰者，这个技能就更霸道了。此技能之下，一切生物在他面前禁止飞行。另外，鹰眼和一心两用这个2个不可升级的技能同样也适合中原。做完这一切后，中原将多余的虚精收集起来，随即转身一跃飞向半空。可来到半空，他才想起自己释放这个技能的时候，双头鹫就无法飞行了。看着地上的小可怜，中原决定还是做大鸟回去。一路飞行，中原并没着急回到山洞，而是找了个距离入口最近的双头鹫聚集地，然后他将所有人的腕表一同丢了下去。没错，之前翰林学院的那群家伙一定有他们的定位，既然想和自己玩，那就先让他们吃点苦头。回到山洞，冯晴看着中原贱兮兮的样子，就知道他没干好事。打开定位一看，翰林学院的那群家伙进入方界之后，果然直奔定位去了。不过冯晴提醒他，刚才中原一直在天空飞行，定位的轨迹十分不正常，但这群人却直奔而去，说明他们没有一手资料，只是一群送人头的炮灰。而且安冠峰故意将他的排名拉到第2位，这就是有意告诉所有人，你中原是华东军区重点的培养对象。敌人明明在暗处，并且对你的实力有一定了解，却依旧选择顶风作案，这就说明此人性格偏激，且有杀他的绝对自信。按照惯例，这几个炮灰会出事，接下来就该出动救援人员了。如果敌人智商一般的话，
大概率会把重头戏放在救援人员身上。中原有些好奇，那如果敌人智商不一般呢？那还用问吗？真正聪明的人必然是选择和你做朋友啊。起早不贪睡，虚惊来开胃。都说乖巧的眼镜妹运气不差，这是一点都不假呀。只是睡了一觉，中原带回来的虚惊就已经堆成了小山，这效率简直比打开饺子皮的速度还要快，把带来的背包全都装满。现场还有许多装不下的虚惊，这其中除了迷迭兔之外，还有不少稀有异族月光狐。月光狐拥有风镜和暗夜庇护2个技能，暗夜庇护这个技能只能在黑夜使用，可方界之中没有黑天一说，再加上风镜这个技能中原也用不上，所以他对这种虚惊根本就看不上。但对于其他的虚能者来说，风镜仍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技能。中原提议让眼镜妹试试，如果能够成功吸收，以后就别戴眼镜了。满心欢喜的接过虚惊，眼镜妹开始了吸收，可一番操作下来，自己却没能吸收到风镜这个能力，反倒是将暗夜庇佑给吸了进来。眼镜妹一脸伤心，这个技能只能在黑天使用，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一个技能槽？突然中原似乎想到了什么，张蕊，我感觉暗夜庇佑这个技能似乎不只是夜晚才能发动，你的想读迷雾可以遮蔽光线吗？张蕊恍然大悟，随即开始了试验。看着随风飘荡的 JK， 众人当里的坤巴比 AK 还要难压，张蕊也是一脸激动。果然和中原说的一样，在释放了毒雾技能之后，周围的光线被遮挡了下来，而暗夜庇护这个技能也能发动。没想到因为中原的一句话，竟让自己学会了组合技。中原建议他给这个技能起个新名字，方便以后交流使用。张蕊表示这个技能是中原想出来的，还是把命名权给他吧。中原略微思考，那就叫毒影重重吧。随后众人收拾好行李，谢意涵表示他们已经装不了虚惊了，问大家要不要提前回去。冯琴让大家先等一下。而就在这时，参谋部给中原发来了消息，他表示翰林学院的那4个人都是假冒的，而且对方的尸体与中原的腕表高度重合。询问中原那边什么情况，中原呵呵一笑，我只不过把腕表丢进了双头就巢穴而已，不过给他们收尸的人快来了吧？没错，冒充救援队的人已经到了方界门口，你的任务是尽量活捉他们，实在不行保证大脑完好。听到这，中原一阵头大，还要考虑怎样才不会把人弄死，我这该死的洪荒之力怎么收得住啊？你见过专门带着治疗师给敌人疗伤的吗？为了防止自己一拳打死对手，中原特意将冯琴带来过来，为了的就是关键时刻给对方施展生命共享。如果真的救不过来，也要保证脑子完好。闻言，冯琴彻底明白过来，原来是王局长要对他们使用虚印啊！见中原一脸诧异，冯琴向他解释，虚能管理局的王局长拥有虚印技能，只要脑子完整并且死亡不超过24小时，他就能使用这个技能读取对方的记忆。听到这，中原彻底放下心来，既然如此，那我就不留手了。超级感知配合鹰眼技能，中原很快就锁定了一支4人小队的位置。此时那支4人小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看到天空飞来一只大鸟，下一秒便有密密麻麻的子弹射了过来。没错，来人正是中原。空气弹配合穿透技能，让中原空手就有了加特林的效果。众人被打得狼狈鼠窜，在逃跑的过程中，中原听到对方有人喊出了西北军区野狼皇的名号，对方是名退役军人。听到这里，中原眼神一冷，立刻加大火力。退役之后却自甘堕落，这样的人罪加一等。然而冯琴却在后面劝他轻一点，毕竟人家也是做过贡献的。中原回过头看向冯琴，你居然会帮敌人说好话，他是你什么人吗？冯琴暗叹一口气，倒也不是什么人，但他会落到如此田地，多半是因为我。原来冯琴很小的时候就被发现有治疗的能力，但科学院为了研究他把他关押起来，这让他十分的不爽，所以他经常不配合实验，并且还在科学院搞破坏。那天西北军区送来了一个重伤的人，冯琴却故意使性子错过了治疗的时间，导致对方变成残疾被迫退役，而那人正是此刻中原目标人群中的其中一个。然而中原可不是什么圣母，他只知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今的他当不起冯琴的愧疚。虽然他不知道这群人有什么苦衷，但他只知道敢和自己作对的人，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生命共享本是救死扶伤的异能，可这个男人居然把一个死人和活人连接到一起。中原也没想到冯琴竟然这么狗，但这的确是一个快速结束战斗的方法。没一会功夫，4名杀手就被冯琴的生命共享给连死了。中原一脸无语，你这么肆无忌惮地暴露我活死人的秘密，真的好吗？冯琴摸了摸眼镜，笑盈盈地开口，看破不说破，以后当着外人的面不要随便使用这招。就在这时，中原突然发现一名死者身上有一只奇怪的虫子，一飞刀过去，中原上前查看，而就在这时，又有一只虫子悄悄飞到了中原头上。中原瞬间反应过来，可此时虫子已经钻进了中原的脑部。然而当虫子进来后，他自己都慌了，浩瀚的虚空哪有一点人体的样子？他瞄的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突然一道巨大的中原虚影出现在虫子面前，早就在这等着你呢，给我死！虫子爆体而亡，一系列的记忆涌入中原脑海。中原心头一惊，原来这些异族虫子寄生在人体脑中，还能获取人体记忆，甚至还会杀人灭口。看来这里一定还有其他的虫子，必须尽快找到，防止它们繁衍。与此同时，冯琴也拍死了一只，他只知道这东西叫做鬼眼瓢虫，喜欢食用脑子并能够寄生，但具体能力华国没有资料。中原让冯琴看好手上的虫子并拍照发给参谋部，他要去搜查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番搜寻过后，中原发现这次一共有8只鬼眼瓢虫进入了方界，活捉了2只，杀了2只，剩下的4只都寄生在双头鹫脑袋里。
不过他对这些双头就施展了超级卖萌，他们暂时不会攻击人类，如今他们只需要在这里等着科学院的人来，然后把东西交给他们就 OK 了。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次不光科学院的人来了，就连华国最强虚能组织9虚的掌舵人齐修也来了。中原两人还在闲聊，冯晴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打开一看，居然是齐叔叔跟他所要坐标位置。冯晴一阵无语，不就是2只虫子吗？我妈竟然把齐叔也叫来了。不对，上次的比武就是齐叔派人来试探中原的，后来又把我叫回家问东问西，看来对方是摆明了要挖人了。进了9虚，累死累活也不得善终，我得组织这头老狐狸。片刻后，科学院的人找到了中原，在一番相互介绍之后，齐修热情地邀请中原一同喝一杯。中原还没回话，冯晴就打断了他，不好意思，我家圆圆不喝酒。还有齐叔，你拿了虫子就赶紧回你的小破院子，您老就别在这里操心了。齐修拿这个小畜生没办法，临走丢给中原一张名片，希望他有空去自己院子里坐坐。看着对方递过来的名片，中原若有所思，好，有机会一定。这个男人只是往棺材板里一躺，竟一下变成了一只黑色的哈基米。话说中原在从张家界回来后，便去了军区司令部。他带回来的6只鬼眼瓢虫已经分析完毕。安冠峰大体整理了一下，获得了线索。策划这场行动的人并非是灯塔国的人，因为从一开始他们盯上中原只是为了盗猎者身上的火焰巨人须鲸。可从这一系列的行动来看，他们花费的代价已经远超火焰巨人须鲸的价值了。所以安冠峰断定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一定是华国人。虽然这次没能抓住内鬼，但相信用不了多久事情就能真相大白。从华东司令部出来后，中原先是看了看自己的妹妹。经历了校园袭击事件之后，妹妹的训练明显比之前刻苦了许多。中原也没有打扰妹妹，只是远远的看了一会便回到了宿舍。在外这么久，中原已经很长时间没睡过好觉，而且这次从双头鹫身上获得的一心两用技能，中原还没来得及使。万一真的可以分裂出2个自己，岂不是一个可以睡觉，另一个在外活动？想到这，中原直接钻进了棺材里。第一步先将意识一分为2，第2步再将其中的一份意识投影到棺材外面，一切都很顺利。可当外面的中原睁开眼时，竟发现面前是一对黑漆漆的爪子。他喵的，我怎么变成一只哈基米了？中原赶忙从棺材里跳出来，看着镜子里的2个自己，中原陷入沉思。目前的情况是在已经有一个人体形态的中原后，第2形态默认是猫，2个意识互通也能独立思考，也就是说第2形态可以投影成其他人或者动物，但唯独不能是中原的形态。当其中一个进入暗世界睡觉时，在外活动的那个则强制认定为第2形态。换句话说，中原现在可以通过特殊的媒介实现人体与黑猫之间的切换，只不过黑猫形态下自己无法说人话。不过好在开启一心两用后，自己的能力强度虽然减半，但本质没有改变，现在的他依旧还是14个技能。看到这里，中原突然露出一丝邪笑，趁着猫奴素婉莹不在，今天就拿那群野猫来试试我的新能力。然而当中原来到火葬场，发现素婉莹的室友居然也来喂猫了，对方名叫江思源，是江天硕异父异母的亲姐姐。没想到对方居然也是个爱撸人士，不过中原也不在乎，反正现在不是人，也不可能有人认出自己。这时他突然注意到周围的野猫对他似乎没有上次亲近，难不成是超级卖萌的实效果了？中原尝试再次施展超级卖萌，然而这一次野猫们却安静的出奇，反倒是江思源中了招。看着对方一副痴汉的模样，中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超级卖萌并不是目标智力越低越有效果，而是异族之间使用效果最佳。一只平平无奇的哈基米竟然可以通过卖萌让人类臣服，中原也没想到超级卖萌这个技能在异族之间使用效果才是最佳的。与此同时，素婉莹的小队也完成狩猎回到了学校。本以为这次他们拿回139枚须鲸打进前10仪式板上钉钉，可刚回到教务处就看到老师们在忙着收拾须鲸，那样子就跟双11期间的快递公司一样。素婉莹一脸无语，学校怎么成了批发市场了？然而当她得知这些全都是中原那支队伍带回来的后，瞬间就不淡定了。夜晚，素婉莹的闺蜜知道她心情郁闷，特意带她去火葬场撸猫，还告诉她昨天她发现了一只超级聪明可爱的黑猫，而且已经和她约定好了，今天就是给她带好吃的过来。站在屋顶的中原一脸无语，难不成超级卖萌的效果还没下去？中原跳到2人面前凑近查看，超级卖萌技能效果果然还有残留，该不会超级卖萌的效果对人是永久的吧？中原正想着，素婉莹就嘟着嘴贴了过来。中原大喵一声，反手就是一套喵喵拳，打完之后立刻逃窜，只留素婉莹一人在地上凌乱。次日，学校的医务室里，冯晴被叫过来给素婉莹疗伤，不过他能看得出，对方脸上的爪印绝对不是普通的哈基米能拍出来的，看来学校里出了个了不起的家伙呀。带着好奇心，冯晴决定去那个火葬场看一看。很快他就在树上看到了那只黑猫，不过中原可以骗过别人，但却骗不了冯晴。他只是略微摘下墨镜，就看到了黑猫的寿命。怎么现在开始不做人改做猫了？你是不是应该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人还要用虚能打人？中原暗叹一口气，当即恢复人体形态。他喵的，你以为我想啊？谁让那2个家伙是猫奴呢？与此同时，在一间别墅里，红发女人正在责怪男人。罗侯，这次你让鬼眼瓢虫落到王破军手里，还搭进去了一只小洞，首领给你收拾烂摊子，现在对你的意见很大。男人一脸不屑，怎么你也想问我的罪？不，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我的目标是成为9曜的首领夫人，至于谁是首领，我可不在乎。呵呵，你还真是个冷血的女人，忘了告诉你了，
风家弃子已经在广远市发现那位铁塔国死神的踪迹，等有了即死能力，便再也无人能阻止我成为新的九曜首领。男人一口气在网上订了6具棺材，只为能够实现超远距离传送。就在不久前，安司令告诉中原，虚能者有一个官方商城，可以通过功勋点购买物资。之前他完成任务已经累计了150万功勋了，所以建议他去上面看一看。中原十分大方地给妹妹买了一身装备，随后便看看有什么适合自己的。突然一具黄金棺材引起了他的注意，特制超合金单人床，10万功勋外加10万天地银行，而且还是买2送1。中原一脸震惊，这不就是冯晴之前给自己定制的黄金棺吗？没想到这小子的背景还挺硬的。不过话说回来，自从中原上次进入博物馆的黄金棺后，就发现自己拥有了传送的能力，只要是经常睡觉的禁闭式合金棺都可以成为他的媒介，但前提是他在这些地方留下一丝意识中的暗世界能量。想到这，中原毫不犹豫地直接订了6具棺材。此时虚能商城的客服已经快要炸锅了，合金棺原本是他们放在商城上炫技的，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人会买，还是一下订了6口。看来干完这一单得立刻将棺材下架了。此时中原还在浏览着商城，他发现了一枚很不错的虚晶，白鲸豚虚晶，拥有启能潜水和超级声波3个技能，但对方不接受直接购买，而是要求买方为华北战区出战3次。中原饶有兴致地盯着虚晶的异能，启能是帮助别人提升虚晶成功率的能力，之前的刘文指导员就会这个技能，而潜水不用多说，哪怕是无法升级，对于中原来说都很有用。既然这样，那就试着联系一下对方吧。另一边，华北战区在收到有人购买白鲸豚虚晶的消息后，立刻对中原进行了调查，发现此人拥有卖萌技能，还在牛头山力挽狂澜镇压虫洞。司令贺继辉立刻来了兴趣，他来到九虚组织向齐修打听了一下中原，在得到确切的回答后，他决定先和中原打好关系。于是他拨通中原的电话，表示那枚虚晶可以无偿送给他。中原有些诧异，这不太好吧？贺司令表示，并非是他们不想请中原帮忙，只是上东区和华北的距离实在太远，虚动波动出现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半小时，而从上东区赶到华北最快也要3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根本等待不起。闻言，中原笑了笑，贺司令，照你这么说，能够满足条件的只能是华中地区的人了。但据我所知，华中不临海，而你那枚白豚晶的潜水能力恐怕他们也用不上吧？呵呵，没想到你还挺聪明。不错，我们的本意就是用这枚虚晶吸引人加入华北战区，不过你是个例外，我们只是看好了你未来的成就，所以才想提前和你交个朋友。见对方这么坦白，中原也不隐瞒，贺司令，东西我不会白拿你们的，而且忙我也会帮的，放心，我可以实现瞬间移动，但是你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贺司令一脸震惊，真的有这种能力吗？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接收一件我邮寄过去的东西。不过我可提醒你，千万别被那件东西给吓到。离了个大谱，竟然有人往军区里送棺材。贺司令在看到快递之后，默默地拿出了怀里的速效救心丸。中原，你小子在捣什么鬼？真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啊！中原呵呵一笑，别着急，贺司令，我马上就来找你。说完，立刻挂断了电话。听着电话里的忙音，贺继辉突然感觉背后有些发凉，回头一看，只见中原从棺材里爬了出来，还给自己敬了个礼。他喵的，我这是见鬼了吗？中原赶忙给他解释了一番。随后，贺继辉把白鲸豚虚晶交给了中原，看着上面的技能，中原很是满意。他询问贺司令这种虚晶还有没有。贺继辉表示，白鲸豚是罕见的水生异族，在华国也只出现过2次。之前科学院曾有过豢养计划，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如今白鲸豚虚晶在华国的总量也不超过100枚。闻言，中原有些失望，随后便表示自己有事先回学校。闻言，贺继辉赶忙挽留中原，难得来一次上京，就不吃个饭吗？不用了，反正来一次也不费劲。这句话顿时就把贺继辉惊住了，他还以为瞬间移动的代价很大，没想到对中原来说就跟吃饭打牌一样简单。可即便这样，贺继辉还是想和中原吃个饭，毕竟上京特色的烤鸭在学校是吃不到的。中原有些不好意思，贺司令，我可以打包吗？与此同时，学校的考核成绩也下来了，中原小队以8万多枚虚晶的成绩拿到了全国第1，而素婉莹的队伍却只排在了全国11，校内第3，这岂不是说自己要被淘汰了？素婉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是这个结束。次日，在学校的操场上，老师宣布了这次参加高校联赛的队伍，分别是中原小队和刘伯小队。按照赛制规定，每个队伍还能补充2名替补。指导员表示，按照排名，素婉莹的小队可直接成为替补。此话一出，冯晴立马开口：“上官一和陈旭，我们队要了。”话音刚落，刘伯就不乐意了：“主任，我们小队不想要素婉莹，我们需要的是打手。”听着对方的话，素婉莹一脸阴沉。他喵的，我连当替补都被人嫌弃了。素婉莹当即上前和刘伯理论，然而刘伯根本不鸟他，管他是不是第1辅助，他们队伍只要打手，如果不服可以打上一架。素婉莹当即答应下来。看着争吵的2人，冯晴笑盈盈地贴向中原，看好了，刘伯这小子马上就会和素婉莹握手，因为他的协同技能可以复制对手的一个技能，而且这场比赛素婉莹注定会惨败。曾经人人争抢的校花辅助，如今成了备胎，却连狗都嫌弃。和冯晴之前预料的一样，素婉莹的小队不出2分半钟就败下阵来，他不甘心，寒窗苦读2年半，结果却成了别人眼中的酒囊饭袋。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中原居然会为他找回场子。没错，中原向刘伯的小队发起了挑战，但这一次他甚至都没出手，仅是靠冯晴和眼镜妹的配合，
就轻松拿捏了对方。刘波一脸的不可置信，这到底是为什么？中原呵呵一笑，你们的一波流战术太容易被破解，起手失利，后续直接翻盘无望，认清现实吧，击败你们我都无需出手。刘波哑口无言。中原的话虽然犀利，但却字字在理。他转头走向苏婉莹，为他之前的行为道歉，并诚挚地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团队。这时上官毅突然告诉冯晴，他想去刘波的队伍里当打手。冯晴一脸诧异，怎么，你不要中原带飞了？不，刚才中原的话让我想明白了很多，合适的搭配比个人的实力更加重要，所以我想去刘波的队伍里历练一下。就这样，上官毅和苏婉莹进行了兑换，而苏婉莹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中原小队的备胎。几天后，众人来到机场，准备前往高校联赛的举办地。可就在临近上飞机的时候，贺司令给中原打来了电话，表示他们检测到一个红色级别的虚洞出现，想要中原来帮一下忙。中原想了一下，随后将正在瞌睡的冯晴叫到了一边，帮我打个掩护，我要出趟远门。说着便开启第二形态，钻进了冯晴的背包，而他的人体形态则赶紧回到学校，钻进了黄金棺材中。几分钟后，中原从贺司令办公室的棺材里爬了出来。由于上次知道了中原的超能力，所以这次他并没有十分意外。然而正当他和中原介绍此次任务的时候，一转头中原竟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只黑色哈基米。原来在上飞机的时候，冯晴怕中原乱跑，就把书包的拉链给拉上了，而他那方方正正的书包恰巧被默认为了黑暗密闭空间，要不是中原手快拉开拉链，估计就没法和贺司令交代了。可即便这样，也把贺司令吓得够呛。自从认识中原，手里的速效救心丸就没停过。他喵的，中原咱就不能整点阳间的活吗？从没见过这么会整活的男主，不仅以哈基米的形态参加高校联赛，甚至还想和同学老师们摊牌自己就是黑猫，这可把老师气得够呛。冯晴，你说那只黑猫是中原，你当我是傻逼吗？中原也是一脸无奈，的确，把猫当成人这种事，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这样想。好在飞机上还有个猫奴苏婉莹，大闹了一场才将黑猫留下。与此同时，中原那边也发生了意外，原本5分钟就会开启的虚洞，如今却要延迟2个小时。根据数据分析，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核洞。对于核洞的概念，中原并不了解。队友向他解释，早年间人们对付异族的方式还是热武器，但热武器对付黄级和轻级妖兽还可以，在网上就没效果了。为了尽快镇压他们，一些国家直接往虚洞里投掷了核弹，核弹的效果十分显著。但那时的人类却不知道，同一虚洞是会反复开启的。也正因此，核污染让异族发生了变异，他们不但基础能力变强，甚至还多出了许多技能。而比这更可怕的是，核洞一旦开启，将会释放出放射性物质，届时人类也会跟着遭殃。原本人类在认识到这个危害之后，便达成了不再使用核武器的约定。可偏偏有一些不要脸的国家明知故犯，仗着虚洞会迁徙，直接将危害转嫁给别的国家。听着对方的解释，中原陷入沉思。如今科技还无法清除核污染，但虚能未必不能做得到。想到这，中原立刻向冯晴求教。没错，冯晴虽然看起来不靠谱，但也是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毕竟他妈就是科学院的人。得知中原的想法后，冯晴向他解释，黄级3阶以上的再生技能可以消除核污染对人体的影响，但想要完全处理核污染，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虚能。不过中原倒是可以试一试。冯晴告诉中原，之前科学院研究过被他冻住的那个人，发现对方身体内外被虚能隔绝，内部温度无限接近绝对0度，在这种状态下，哪怕是光子也可以变得极为缓慢。所以从理论的角度来讲，中原的冰冻技能可以冻住核污染产生的电辐射。听到这里，中原立刻拨通了指挥部的电话，让所有人退下，我要一个人单挑虚洞。闻言，贺司令当场拒绝，开玩笑，如果你失误了，整个城市都会毁灭。我不同意你的要求，那就1分钟，如果1分钟内我不能结束战斗，你们就来救场。不怕男人有狠活，就怕狠人会整活，让军方都束手无策的核洞，中原竟扬言自己1分钟解决。贺司令虽然有些担忧，但心里还是存在一丝侥幸。从中原的资料上来看，拥有再生技能的他的确不怕核污染，而且核洞里的异族数量基本上都是个位数。如果中原的卖萌技能有效，他的确可以做到单挑虚洞。权衡之下，贺司令决定让中原试一试。随着核洞的开启，一头硕大无比的猛犸象冲了出来。这本是灯塔国特有的独眼猛犸象，但经过核辐射变异后的它们已经进化成了9眼猛犸象。中原没有犹豫，当即朝着对方发动了超级卖萌。然而这一次，他的卖萌技能却没能让对方完全臣服，反倒是朝他发起了反击。中原眉头紧皱，从卖萌技能的反馈来看，对方的确已经臣服，只是他们的情绪中充满了痛苦和暴躁，导致无法进行沟通。既然这样，那就杀了吧！中原发动极寒技能，猛犸象瞬间化为冰雕。趁此机会，中原手持长枪发动连招，3下5除2便解决了3头猛犸象。这时1分钟的时间已过，贺司令发来消息让中原赶紧撤离，核污染的问题由后勤部队处理。中原一脸不耐烦，我都说了我要单挑，你就别瞎鸡巴操心了。挂断了电话，中原直接发动热爆压，洞口外的众人只听见里面噼里啪啦的，像是在过年，完全不知道中原在搞什么。片刻后，指挥部传来消息，报告司令，核洞里的污染指数已经降到了0，总共耗时6分23秒。中原简直创造了奇迹。贺司令一脸欣慰，他早就知道中原手里有底牌，却没想到他能做到如此夸张。回去的路上，中原心想，一会和贺司令打完招呼就立刻跑路，高校联赛马上进行签到了。
自己可不能耽误了正事。然而他刚下飞机，迎面就走来了一群白大褂。圆圆，我是冯晴的妈妈冯竹珍，快到阿姨这边来，阿姨要请你吃饭。中原一脸生无可恋，阿姨，我先去换身衣服行吗？冯竹珍满脸堆笑，不用，咱家圆圆这么帅，一看就非常适合我们科学院的制服。听着两人的谈话，一同前来的齐修顿时黑了脸。然而他又不敢指责冯竹珍，所以他只能将怒火发泄在贺司令身上。你们让一个未成年进入河洞，是要上军事法庭的。但这次我就不追究了，下次再让中原帮忙，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姜还是老的辣，和冯晴他妈比起来，中原顶多算是个整活达人，因为冯晴他妈才是真正的整活狠人。迷迷糊糊的被冯晴他妈带去吃了顿饭，就被安排成了科学院的荣誉院士。吃完饭还硬是被拉着去他的研究所参观了一番。看着容器里的实验体，中原不由感慨，自己的狠活都是纯手工撸出来的，而冯晴他妈才是真正的科技狠活大师。冯竹珍表示，中原身上的秘密或许是解开虚能之谜的关键，他想要中原帮他完成研究，任何代价他们都可以出。中原一脸无奈，帮忙倒是可以，但卖身绝对不行，否则就会乱了辈分。冯竹珍表示那是当然，说着他拿出猛犸象的照片，希望中原现在就为他做个实验。随后两人来到猛犸象的标本前，冯竹珍告诉中原，如果他现在对猛犸象使用生命权柄，理论上来说，不但可以消除他们体内的核污染，还能让他们活过来。因为热爆鸭、永恒玉、生命权柄、死亡豁免和冰血豹这5个技能全都来自双血蛇，虽然形式不同，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简单来说，如果将再生力量作用于绝对零度的生物身上，就能产生死亡豁免的效果。听到冯竹珍的理论，中原大为震惊，他试着对猛犸象发动生命权柄，果真如他所说，对方不仅完全复活并消除污染，连卖萌的力量都没消减。如此看来，双血蛇的能力简直就是生杀予夺呀！帮了自己完成一次研究，冯竹珍也不吝啬，直接让中原提一个要求。中原表示他想要科学院虚能研究资料的查阅权限，冯竹珍想都没想直接答应下来。离开科学院，中原在门口遇到了齐修，不用猜，对方肯定是来套近乎的。中原实在是不想浪费时间了，当即表示自己要去打联赛。齐修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他告诉中原，高校联赛今天只有签到和表演赛，他的认证信息早就处理过了，随便找个阿猫阿狗都能帮他签到。闻言，中原顿时乐了，阿猫阿狗，齐叔叔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就真的找了呀。与此同时，高校联赛的签到处，所有人都完成了认证。轮到中原的时候，一只黑猫突然跳到工作台，工作人员还未出手制止，黑猫就完成了人脸识别，同时还完成了指纹识别和签字认证，这可把工作人员给看懵了。他赶忙叫住众人，表示机器刚才出问题了，让大家等一下。冯晴呵呵一笑，他早就知道这是齐叔叔在后台修改了中原的认证信息，于是他让工作人员想清楚后果再来多管闲事，并表示黑猫既然能通过认证，就说明他就是中原。男人一脸无语，用猫来代签就算了，还拿全是压人，成英学院的学生简直无法无天。想到这，男人握紧了手里的手机，你就狂吧，今晚的表演赛我定要你们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让虚能者挤破裤头都想加入的九虚组织首领竟苦苦哀求一个16岁的高中生加入他们。就在刚刚，中原被齐修请到了九虚小院，对方的意图中原很清楚，所以不等齐修说话，中原率先开口：齐叔，你为了招揽我还真是煞费苦心啊，不仅把我的档案调进九虚，还派人去测试我的实力。当然这还不够，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你还特意把冯晴叫回了上京。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冯晴应该劝过你别来招揽我，毕竟我最讨厌的就是自作主张帮别人决定人生的人。中原带有质问的语气让齐修冷汗直流，一个战略级的虚能强者如果对九虚产生厌恶情绪，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齐修赶忙向中原道歉，中原也不在乎，他告诉齐修，其实他还是很爱好和平的，至少现在没有使用暴力推平九虚院子，而且他很清楚齐修心里在担心什么，他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人类极限，核弹还有2把钥匙，而比核弹还要强大的力量却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任谁都无法安心。不过他也有弱点，眼睛不瞎都能看得出，妹妹是他的软肋。不过九虚的人并没有因此去打扰他，至少这一点没有惹到中原。见对方始终不开口，中原让他有话快说，自己还要回去打比赛呢。齐修一脸无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你让我说个毛线。说着他便拿出一张证件推了过去，九虚老八的证件我已经帮你弄好了，以后遇到麻烦可以用它解决。看着证件上的照片，中原的脸顿时黑了，他瞄的这是几个意思？齐修赶忙和他解释，其实这是他慎重考虑后刻意选择的，为的就是迷惑敌人，保证九虚老八的神秘性。中原一脸无语，这件事就这样算了，现在我们该谈谈待遇了吧？齐修一脸黑线，好，月薪5000，五险一金，补贴按照最高标准来，学籍的事情也帮你搞定，这样总可以了吧？听到这，中原总算心满意足，他解除1心2用回到学校，却不料现在冯晴几人正一脸愁容。原来白天负责报名的那个小嘎嘎，竟然在表演赛上给几人使绊子，要求签到的黑猫必须上场。这时中原正好推门进入，看到来人，冯晴几人总算放下心来。圆圆，你回来了，不过今晚你还是老老实实当猫吧。一只平平无奇的小黑猫，竟一爪子拍飞了青年榜69位的大佬。万众瞩目的高校联赛表演赛开始了，所有人都是满怀期待。可谁料冯晴小队一出场，连主持人都直接卡壳了。3人1猫什么鬼？虽说表演赛不计积分，你们也不至于整花活吧？
观众席上也是嘘声一片。一旁的助手赶忙举起提示牌，这才让主持人的解说通畅起来。成英学院的中原同学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到场，根据赛程规则，代签的黑猫必须出战开幕式。台下的江天硕一脸无语，主办方也太会整活了吧，怎么能让一只猫参赛呢？一旁的小弟劝他不要多管闲事，反正是表演赛，怎么好玩怎么来。表演赛第一场由冯晴小队对战风雨墨小队，这让冯晴有些纳闷，风雨墨可不像是主动报名表演赛的人，他出现在这里难道有其他目的？果不其然，在两人握手的瞬间，风雨墨快速将一张纸条塞给了冯晴。对了，中原怎么没来？听到风雨墨的问题，中原赶忙伸出猫爪和他打起招呼，但风雨墨压根就没看见。算了，没来就没来吧。先说好，我可是不会因为你们人少就放水的。相互打过招呼之后，两队便摆开战斗阵型。冯晴一脸坏笑，圆圆，你看这个风雨墨还想以多欺少，要不然你来教他做人。中原闻言一脸兴奋。随着比赛哨声响起，风雨墨一个狗扑率先发动进攻，一口气加了4个棒。风雨墨打算这次一招拿下冯晴，可就在他临近对方的瞬间，一只黑猫出现在他眼前。风雨墨还未反应过来，黑猫体内就爆发出一股堪比丛林猛兽的气息，这他喵的什么鬼？下一秒，一只黑爪猛拍过来，风雨墨如同炮弹一般直接飞上天际。如此一幕直接看傻了观众。黑幕，这绝对是黑幕。不过对于爱撸人士来说，让一只黑猫当冠军也不是不可以。一旁的钟兰一脸失落，没有哥哥的比赛不看瘾了。来到大街上，所有人都在谈论那只黑猫，而就在这时，林栋梁突然出现拦住了钟兰。你哥怎么回事？明明说好打进前10，为什么要找只猫来代打？钟兰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开口。而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暴吼：林栋梁，我特么忍你好久了。男人只是训斥了小女孩一句，竟遭到了虚能战队的报复性打击，只因女孩的哥哥是排在第2名的大佬。钟兰也没想到哥哥的来头居然这么大，他让两人赶紧住手，毕竟林栋梁也是为了他们兄妹俩好。这时安彩哥从钟兰身后走了过来，在制止了两人的斗殴之后，他将钟兰带到了天台。听闻钟兰兄妹的遭遇后，安彩哥大骂林栋梁是个畜生，为了寻找拥有天赋的虚能者竟不惜拐骗儿童。钟兰长叹一口气，虽然林叔叔对他哥有偏见，但说到底他也是个苦命人，怪就怪自己的体质打乱了他的安排。再者说，林叔叔也是为了国家招揽人才，而且他还给了自己不少虚金，非要深究也说不清谁对谁错。况且他已经答应，只要哥哥拿到联赛前10，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安彩哥被这个傻白甜彻底无语住，他嘴上说着听钟兰的不去找林栋梁麻烦，内里却暗自发誓一定要他好看。林栋梁时常在普通人里寻找天赋虚能者，说不定还做过其他见不得光的事情。等到中原兄妹和他两清，一定要严查他祖宗3代。这时钟兰一脸紧张地看向安彩哥，姐姐，我发现哥哥是排行第2大佬的事情一定要帮我隐瞒下来。安彩哥一脸无语，你们兄妹之间就喜欢相互瞒着吗？钟兰撒娇道，总之帮我瞒着就好了。安彩哥无奈答应，直接两人挥手告别。对方走后，钟兰看向星空，默默在心里说着，笨蛋哥哥，你就那么害怕让我看见你不温柔的一面吗？算了，我也没资格说你，毕竟我也一样害怕你看到我不温柔的一面。想到这，钟兰拿出手机给中原发去了信息，哥，高校联赛的冠军奖杯好漂亮，你帮我把它赢回家好不好？另一边，中原看着妹妹发来的信息，露出一丝宠溺的微笑，没问题，妹妹想要，哥一定满足你。接着钟兰发来信息，哥，那只黑猫是你养的吧？养猫可以，但不许亲亲。看着妹妹的信息，中原一脸冷汗，这女人的直觉还真是准啊，离真相就差那么一点了。不过现在还是去解决另外一件事吧。想到这，中原化身黑猫直接来到了冯晴的宿舍。冯晴一脸无语，变成猫就不会敲门了吗？少他喵废话，赶紧拿出来，今天风雨墨给你的纸条到底写了什么？3个血气方刚的高中生喝完酒后不去找小妹顶果冻，却翻墙头跑到了墓地里。风雨墨给冯晴留下的字条是12点去酒吧见面。中原两人带上小雨伞，兴致勃勃地赶了过去。可谁料屁股还没坐下，风雨墨就一脸忧郁地表示换个地方聊。冯晴本以为是带他们去开眼，哪曾想车竟直接开到了公墓门口。大晚上带我们来这里，该不是想坟头蹦迪吧？风雨墨没有回话，径直朝着一块墓碑走去。不多时，他就来到了他哥哥的墓前。原来叶真是风雨墨他爸当年找代孕生下的孩子，只是后来风雨墨的亲妈输卵管通了之后才有的他。那时候叶真已经年纪不小了，风雨墨他爸害怕叶真影响风雨墨继承人的位置，便将叶真母子赶出了家门。风雨墨不想从小一直照顾自己的哥哥沦落如此下场，他和父亲大吵一架，并用离家出走的方式威胁父亲。最终父亲妥协了，但也仅是承认和叶真的血缘关系。叶真依旧不能住回封家，也不能改回姓氏。说起伤心的往事，风雨墨的眼眶里充满了马尿。他告诉中原，他哥毕业后就加入了华南军区的虚能小队，期间立下赫赫战功，为家族增了光。可偏偏3年前，他患上了皮肤癌，很快就无药可救，并且在一个没有人看护的夜里，拔掉了维持生命器，一个人默默地嘎了。最可恶的是，他哥在死了之后，封家人依旧不肯放过他。
拿着他的尸体去做了交易，这座墓根本就是空的。听着对方的话，中原陷入沉思，怎么听着皮肤癌像是遭受核辐射的后遗症？按照科学院的理论，再生可以将其治愈。风雨墨给他带回来那么多双血蛇须精，怎么说也该吸收到了才对。这时风雨墨转身看向中原，他恳求对方能够帮他一次，以青年榜第2的身份出面帮他取回哥哥的遗体。中原不敢保证，只能说自己试一试。回到宿舍后，中原立刻登上了虚能者官方网站，很快他就找到了叶真的档案。档案显示，3年前叶真参与过与灯塔国的核动战役，而皮肤癌就是在那一年患上。不过让中原诧异的是，对方前往核动的派遣记录居然是删除状态，而且记录编辑者还是青年榜排名第1的江不忧。看到这个名字，冯晴一脸凝重，这下事情可麻烦了。江不忧背后的牵扯的势力太过复杂，这趟浑水还是不趟为妙啊。中原一脸不屑，怕个鸟，我刚拿到9虚的马甲，不信还治不了他。注意看，这个不穿内裤的女人竟然从胯下释放出了1万只蚂蚁。高校联赛开赛之际，学校内突然来了2个不速之客，除了玩蚂蚁的花火女之外，还有一个能让风雨墨惊出隔夜肥的男人。他正是风雨墨已经死去的哥哥叶真。2人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在学校内释放出灯塔国最新研制的无人机以力神。此时比赛现场呼声一片，完全不知道一场危机正在朝他们逼近。作为横推全场的存在，中原自然是想先把最难解决的队伍给哄睡，于是他派出冯晴这个黑手前去抽签。冯晴也没辜负他的期望，一把抽中了去年的冠军队伍苏哲小队。不知中原实力的苏哲还以为这场比赛已经10拿9稳，索性看在冯晴老熟人的面子上，故意没有上场。为了快速结束战斗，中原特意让拥有传导技能的陈旭上场。这个技能可以让伤害均摊到其他被链接的目标身上，也就是说，中原只要哄睡一个，便可在其他人没能反应的情况下，瞬间给予婴儿般的睡眠。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苏哲小队的成员如恶狗扑屎般杀了上来。不出意外，仅是照面他们就被传导技能锁在了一起。中原见状，直接原地开大，手枪弹打得噼里啪啦。反观苏哲小队那边，一人中弹，全家享福，场面如同新女婿拿着镰刀来了麦子地，眨眼的功夫便齐刷刷的倒下了。冯晴看向裁判，让他赶紧吹哨，否则时间拖得久了，对方没救。然而裁判却摆出铁面判官的造型，一秒一秒的计着时，这可把冯晴气得够呛。他喵的再读下去，他们就要凉了。说着就要冲过去给几人疗伤。裁判见状顿时不乐意了，大喊着如果冯晴再向前就给他红牌。冯晴直接一招去你妈的肘击。此时看台上的苏蛇也看出了事情的不对，大喊着他们认输，让冯晴快救人。裁判慢悠悠地看了一眼时间，这才大喊比赛结束。这时主持人也宣布了比赛结果，中原小队胜，总耗时37秒，只比少帅江不忧当年创下的纪录慢了2秒。与此同时，中原小队的几人也向组委会发起了投诉，大骂裁判故意吹黑哨拖延时间。可还不等组委会介入调查，裁判就被叫走了。此刻，在华南军区办公室，一名男子正不耐烦地敲打着桌子，放着人命不管，想法设法也要整出37秒。你还真是给我面子！裁判一脸献媚地看向男子，那是当然，哪能让一个3流学校的新人破了少帅的记录啊？闻言，男人顿时一脸阴沉，而他正是青年排行榜第1的江不忧。在全国直播的高校联赛上吹黑哨，这个小嘎嘎是真的有。原来他故意拖延时间，就是为了不让中原破了榜1少帅江不忧的记录。看着一脸献媚的裁判，江不忧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不管人命拖延时间，看来我得谢谢你了。那倒不至于，一个傻憨憨一来华南就损少帅的面子，我当然要给他收收皮了。江不忧呵呵一笑，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你说他损了我的面子，那你知不知道你损了谁的面子？高校联赛的背后是整个华国虚能者势力，裁判的权威等同于华国官方的权威，你故意吹黑哨打压人才，这是把国家的面子按在地上摩擦呀！听着江不忧不善的语气，小嘎嘎顿时吓得面色铁青，你这面子，我江某人还真不敢要啊！闻言，男人顿时慌了，抱着江不忧的大腿哭喊着求饶。江不忧冷哼一声，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既然你做不好裁判，那就回乡种田吧。与此同时，高校联赛进入到了个人赛的抽签仪式。由于参赛人数众多，组委会决定让黑手冯晴上台统一抽签。正在和中原聊天的冯晴听到名字后，转身走向了擂台。抽签的事他本没放在心上，可其他人就不乐意了。都知道冯晴是个黑手，自己的前途可不能毁在他的手上。于是，在冯晴即将按下抽签按钮的瞬间，有人发动了交换位移。下一秒，正在享受刚刷鹿头的黑猫出现在了擂台上，而冯晴则是满头是血的躺在了中原腿上。他喵的，你这个铁头娃把我刚刷上的针头都给弄坏了！中原一脸抱怨。而就在他找钢针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只蚂蚁，这玩意怎么像是机械的？中原有些纳闷，拿出手机拍照发给了齐修。齐修告诉他，那东西应该是灯塔国的间谍机。这下中原更纳闷了，高校联赛不是有直播吗？灯塔国为什么大费周章的派出无人机，直接看直播不就好了吗？齐修也认为此事比较蹊跷，索性交给中原处理。中原一脸无语，他喵的竟给老子找事！看来9虚身份卡的份上，这次就帮你调查一次吧。女孩不脱衣服就想发动魅惑之术，这特么要能中招也是相当晦气了。高校联赛的个人赛马上开赛了，
中原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自从齐修给他下任务让他调查蚁力神的事件，他便让黑猫形态的自己开始搜索整个赛场。截至目前，他已经发现了5只，但让他感到诧异的是，这些蚁力神全都在场地里乱跑，没有一个明确目标。看来想要知道背后是谁在搞事情，只能先拍碎几只，看看对方能否控制这些蚂蚁。与此同时，随着主持人介绍完选手，个人赛也拉开了帷幕。冯晴的对手是苏哲，由于上场比赛中冯晴不顾红牌救下了他的队友，苏哲打算这次放水还了冯晴的人情。另一边，中原对战的选手名叫蓝苍，据说此人擅长精神控制，最多一次可以控制19人。看着对方柔弱的身子，中原心想，这女生一定不耐走，一会还是挑个不致命的部位抽送吧。随着裁判哨声响起，中原一马当先发动冲锋，一瞬间便闪现到蓝苍身后，不等对方反应过来，44码的大脚就抽送在了蓝苍的皮燕子上，强忍着后庭的灼热感，蓝苍的心里仿佛有1万头草原马在奔腾。这时裁判也看不下去了，当即掏出黄牌警告中原不要骚扰女性。中原一脸无语，不让我踢皮燕子，难不成让我踩饺子皮？这时蓝苍也恢复了过来，他对着中原发动精神控制。中原，我漂亮，我美貌，你对我痴迷不已，你什么都听我的，你快认输。听着对方中二的话，中原一脸无语。抛开自己抵抗精神控制的无畏技能来说，就算是要魅惑自己，好歹也要有点节目才行啊！连裤子都不脱还想诱惑自己，你他喵的想屁吃呢？中原正想着，兰兰突然大叫一声，仿佛看到了什么令他恐惧的画面，整个人跌倒在地，完全陷入精神崩溃状态。中原一脸疑惑，刚才是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吗？自己可没发动精神反击啊！这时裁判也开始了倒计时，认为中原的精神反击有效，这场比赛中原胜。看着陷入昏迷的兰兰，中原一脸无语，这家伙怎么感觉像是在演我呀？与此同时，调查蚁力神的黑猫也有了一些线索，可还不等中原来得及去调查，他就被组委会的4个壮汉叫到了办公室。他们要求中原立刻解除蓝苍身上的能力，否则就将他送到军事法庭。中原一脸无语，这他喵的都是什么事啊？他发信息给冯晴，让他没事过来看一下，自己要去调查蚁力神的事情，可没时间在这里耗。中原拿出9序身份证，让对方几人配合一下。看着身份证上的女性照片，4人都是一脸无语。他喵的，你拿我们4个当傻逼呢？拿个假证就来糊弄我们？中原这才想起之前齐修为了隐瞒他的身份，故意给他弄的假照片。他喵的，齐老板你害我不浅，老子不干了！见过会打篮球的鸡，还没见过会写字的猫。高校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华东军区少帅江不忧发动隐身混入了学校，要不是当初那个狗裁判吹黑哨，自己也不至于跑这一趟。中原怎么说也是排在第2的大佬，这种人就算当不了朋友，也绝对不能结怨。江不忧正想着，突然看到一只黑猫在休息，这不是给中原代签的那只黑猫吗？总感觉有什么秘密，还是凑近看一看吧。江不忧对着黑猫发动了理性通识，这个技能可以指定目标，实现无障碍沟通。接着他拿出一个小本本递了过去，能给我签个名吗？我可是你忠实的粉丝。中原一脸无语，这家伙签名就签名，怎么还发动虚能？既然这样，那就尝尝我的超级卖萌。黑猫在签下中原名字的同时也发动了技能，看到中原的名字，江不忧一脸震惊，难不成他真的就是中原？本以为拿到签名江不忧就会离开，可谁料他为了高清黑猫到底是不是中原，竟没完没了的问起了问题。中原被搞得有些烦躁，现在的他只想睡觉。他告诉江不忧，自己吸收了太多虚精，只能通过睡觉来缓解负面能量，而且他的本体也是一堆破事，让他没事赶紧一边玩去。确认了中原的身份，江不忧松了一口气。他告诉中原，早上吹黑哨的裁判他已经处理了，以后再有人欺负他，就直接报自己的名字。中原一听，顿时来了精神，那正好，现在学校就有人在欺负我，我证件都拿出来了，他们还说是假证。什么？还有这种事？江不忧刚要说些什么，他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江少帅，你在华南一手遮天了是吧？连我9序的人都不放在眼里了。听着齐修的咆哮，江不忧一脸诧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少他喵的给老子废话。中原正在执行秘密任务，出示证件却被诬陷伪造证件，高校联赛被人投放了无人机，你都没发现，全靠我家老八的眼睛看出来了。这件事你给我解决不了，我让你好看。挂断了电话，江不忧一脸委屈，他喵的手下的人都是一群饭桶啊。不过这次的确是自己监管不力，这口锅只能背不能甩。江不忧调整了一下心态，来到中原面前，重新介绍一下，我是华东军区江不忧，组委会失职的事情非常抱歉，我马上去解决。江不忧主动背锅的态度让中原顿时有了些许好感。行了，既然你已经认出了我，那就一起去完成任务吧。一只小小的电动蚂蚁竟让华国青年榜前2名的大佬联手。路上中原告诉江不忧，学校里的蚂蚁他已经全部清理，只留下一只被破坏了天线的还在按照规定路线行走，他们只要跟着那只蚂蚁就能揪出背后的势力。闻言江不忧隐隐有些担心，他告诉中原，蚁力神的目标大概率是虚管局的王破军，因为像这种外形隐匿的无人机，发现他的人只会是见多识广的聪明人，而这件事背后的阴谋越大，就越有可能引来王破军亲自调查，所以他认为蚁力神真正的目标是引出王破军。听完江不忧的解释，中原也是一阵赞许，随即他询问对方有没有王破军的照片。江不忧掏出手机给他看了一下，下一秒，原本还是黑猫形态的中原竟一下变成了王破军的模样，这可把江不忧给看懵了。这是无间幻想技能吗？中原闻言略显尴尬，不过这样也不错，自己能够改变外界投影的秘密还是少让人知道的好。既然江不忧认错了，
索性将错就错。江不忧也没想到中原会有如此逆天的能力，看来这波钓鱼执法是稳了。路上中原预感此次行动有些凶险，于是他便询问江不忧有什么保命技能。江不忧暗叹一口气，保命是我的短板，我目前的能力有6个：协同、理性通识、无限梦境、超分解、超伪装以及强攻。中原也没想到对方竟会如此坦白。随后他又询问江不忧抽签的运气如何，江不忧淡淡一笑，10连抽非保底双 SSR 的那种程度吧。闻言中原既羡慕又嫉妒，既然这样，那就对我使用协同技能吧。不过能否协同到保命技能，就看你的运气了。看着中原一脸认真的样子，江不忧也有些诧异，你觉着我会死？不，我的预感一向很准，如果你没抽到保命技能，那就立马下车，千万别去送人头。江不忧呵呵一笑，你小子有那么多技能没写进档案，就不怕我知道你的底细？中原有些不耐烦，你小子怎么这么龟毛？赶紧协同！好好好，我这就办。随着江不忧的技能发动，他的眼神逐渐变得惊讶起来。中原的技能数量远超他的想象，恭喜你协同到生命权柄。看到这，中原也算是放下了心。很快他们便追踪到了无人机的停靠位置，只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赫赫有名的死神家。你敢相信一个垂死老人竟是赫赫有名的杀手死神？他叫彭布，体内拥有一颗即死虚晶，一旦发动，目标即刻就会死亡。可就是这么一个逆天的能力，却害死了他心爱的女人。铁塔国为了把他变成工具人，直接在他面前吊死了他的女儿。彭布无数次想自我了结，都怪那枚代代相传的即死虚晶，让自己失去自由，沦为杀人工具。只要再凝结出一种虚晶，就能结束这罪恶的连锁。然而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彭布没能下得去手，至此他便开始用酒精和 C13来麻痹自己。直到8年前，他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偷偷从铁塔国逃回了华夏。可即便这样，铁塔国依旧不肯放过他。彭布先生，你从继承即死虚晶的那一刻起，就和安度余生这几个字无缘了。听着黑衣人的话，彭布变得紧张起来。你们这样逼我，就不怕我和你们鱼死网破吗？呵呵，即死能力每天只能对单个目标发动一次，我们这次来可不止一个人，我们完全可以等你发动能力后杀了你，让你的二女儿继承你的一种虚晶，以及你铁塔国死神的名号。放心，你不想杀的人，你的二女儿会帮你杀。听着对方的话，彭布气得咬牙切齿。与此同时，在不远处，一男一女正用望远镜看着当下发生的一切。女人为自己不能亲自执行击杀任务而抱怨，男人则显得十分理智。他告诉女人，王破军的虚应能力可以读取别人的记忆，所以见过自己的人越少，风险越低。女人有些不耐烦，你仅仅是把无人机放进会场，再设个定时行动，就把敌人耍得团团转。王破军和江不忧一起上钩追过了来，他们的脑子也不怎么好使。随后女人贴向男人身边继续开口，叶真，等回收完彭布的即死虚晶，你跟我一起回铁塔国好不好？咱们先惹上虚管局，后又联手杀过九虚，等这次杀完王破军和江不忧，华国将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敢留你。跟我走吧，你的归宿注定是铁塔国。百发百中的狙击手居然连个高中生都打不中，和江不忧之前猜想的一样，蚂蚁无人机真正的目标就是引出王破军并对其进行暗杀。只可惜他们遇到的是中原，在敌人扣动扳机的瞬间，中原的感知能力就发现了危险的存在，他快速做出反应，推开了身旁的江不忧。这一幕把楼顶的狙击手都给看傻了，他赶紧利用传呼机呼叫叶真两人。闻言，两人立刻做出反应，胁迫彭布对江不忧发动击死，伴随着一股死亡的恐惧。江不忧只感觉心脏忽然停止跳动了半拍，下一刻他便径直的倒了下去。见状，中原不再留手，瞬间发动永恒冰玉，死神彭布冻住了，江不忧也捡回了一条命。当然，这多亏了当初协同到了生命权柄技能，让其不死之躯的效果帮他挡了一下，否则他也不可能会活下来。经此一事，他对中原多了一份感激之情。完成了钓鱼执法，中原恢复了黑猫形态。江不忧问他能否给彭布解冻，中原一脸不解，难不成你还想劝降他，直接挖出他体内的虚晶不香吗？江不忧微微一笑，此人当了铁塔国这么多年的死神，人脉和见识肯定有独特之处，活着总比死了有用，而且对于劝降，我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见对方这样说，中原只好照办。随着彭布身上的冰晶融化，江不忧发动了他的虚能无限梦境，此技能可直接进入对方的意识，并随意改变自己在对方眼中的形态。此时在彭布的意识里，江不忧化身他死去的女儿，在他的一番亲情感化下，彭布流出了悔恨的马尿，并十分诚恳地保证自己会用余下的生命在华国赎罪。与此同时，王破军也赶了过来，现场除了彭布之外，楼房里还有4名虚能者也被冻住，但唯独没有见到叶真两人。看来在中原发动技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逃离了现场。中原摆摆手让王破军收拾烂摊子，王破军也十分感激中原的出手帮忙，可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口，中原就先打断了他。对了，王局长，我还有件事需要你的帮忙，跟我去学校看一个学生，具体情况我们路上聊。女人只因多看了一眼男人，下一秒竟直接变成了植物人。对于澜沧的情况，中原也是有些摸不到头脑，为此他只能带着王破军一起前去查看。看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澜沧，王破军也没有多大把握，
他发动虚应技能查看当初战斗时的画面，一道道记忆碎片浮现在两人周身。只见当初澜沧在发动精神控制后，并没有其他举动。突然间，一只巨手凭空出现，瞬间将他按在地上，导致精神出现崩溃。中原看出那是前世杀死妹妹的那只巨手，没想到他居然会以这种形式出现，难不成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对巨爪的恐惧和憎恨反噬到了澜沧身上？中原感知到澜沧身上还有自己残留的一丝暗世界力量，于是他尝试与其进行精神连接。随着中原踏入澜沧的意识，本应丰富多彩的空间此刻早已一片寂灭。中原也没想到澜沧的情况会是这么糟糕，如果不及时处理，等到暗世界力量消散之后，澜沧必定会死去。想到这，中原立刻开始寻找意识中的澜沧。在发现目标之后，中原释放了体内的暗世界力量，无数的黑色能量开始汇聚澜沧的躯体。等到他与王破军离开病房，澜沧已经完全苏醒了过来。与此同时，之前阻拦中原的4名壮汉还在议论中原的身份。突然，办公室的大门被打开，只见江不忧双手插兜，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见状，4人立刻起身恭敬问好：“少帅，您怎么来了？怎么，我不能来吗？尔等勾结境外势力，阻碍九虚执行秘密任务，证据确凿，影响恶劣，按叛国罪论处。莫名飞来的重罪，把哥几个都给吓瘫了。少帅，我们冤枉了！明明是中原伪造证件，这能怪我们吗？”江不忧一脸阴沉：“不就是化了个淡妆吗？怎么就不是本人了？是真是假？你们不会用读卡机验一下？少他喵的给老子找借口！”见对方没有丝毫饶恕的意思，几人顿时开始打起了感情牌。然而江不忧根本就不吃这一套，想活命没问题，你们去找中原道歉吧。至于该定那条罪，他说了算。之前还是嚣张跋扈的小嘎嘎，下一秒竟脱下裤子跪下求饶。因为江不忧的一句军法处置，让组委会的小嘎嘎吓出了飞翔，连夜跑去中原的酒店祈求对方的原谅。此时已经凌晨2点半，负责带队的顾主任以为4人是来找茬的，当即施展异能脱去了4人的裤子。与此同时，江不忧使用伪装异能来到了中原的房间，两人深入浅出的交流了半夜之后，江不忧将他的九虚身份证还给了他，同时还介绍了卡的用途。中原也没想到，这张被自己当成垃圾的卡片，除了可以接管军区指挥权之外，还能刷卡购买东西。于是中原当即决定出门试试。然而他才刚走出房门，就被4个露着皮燕子的壮汉看见了。他们急不可耐地冲向中原，求他不要给自己定罪。中原一脸疑惑地看向江不忧，江不忧这才贱兮兮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中原一脸无语，这群家伙虽然态度恶劣了一些，但不至于叛国，他让江不忧小惩一下就好。江不忧邪魅一笑，既然这样，那这次任务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你们赔偿如何？小嘎嘎们如释负重，赔点钱总比丢了命强。随后江不忧带着中原来到街上的自动售卖机，和江不忧说的一样，九虚身份证的确可以刷卡使用。江不忧告诉他，其实在虚能商场里，这张卡一样可以用，而且额度是军区经费的2倍。看着手机里的商城，中原一时间也不知道买些什么。见有人为花钱头疼，江不忧毫不客气地夺走中原的身份证，直接开启买，什么垂直握把、充气女友，全都给我元哥安排上。中原一脸无语，连忙把卡夺回。你小子少给我整花火！与此同时，在一处高楼天台，当初执行任务的女人一脸愤恨，真是该死，任务失败了不说，篷布也被他们带走了。不过话说回来，叶真，你先前处理痕迹时那么谨慎，该不会早就料到这次行动会失败了吧？看着楼下的景色，叶真淡淡回答：“你想多了，我们会失败纯粹是运气不好碰到了江不忧。别忘了，此人虽然实力一般，但华国气运之子的称号却绝非浪得虚名。